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柱开。看来我是能够成为景帝的苗子，只要我安心修炼，便将无敌于世间。周青青能够感受得到此方世界充满着的先天灵气，只要吸入，便能够本能的变强。不周山果然是洪荒第一山，能够让造化青莲维持在24品，成就这先天至宝之威。这青莲与我三兄弟有缘，刚好可以将这青莲化为3份，化作各自的正道之宝。红花、白藕、青莲叶，一莲3分，一气化3清，果然与我等有缘。洪荒24品造化青莲3清。穿越到洪荒世界，周青青还是挺高兴的。洪荒乃是修仙之中的最高世界，在这里只要修行到了一个天仙境界，便能够授予天旗了。只要化形修为，便注定会超过天仙，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了。前途是光明的，现实却是黑暗的。脚的确是不错，可是也仅仅就是这样了，因为很快的，他便将要被眼前的3清给彻底的分为3份了。24品造化青莲是盘古元分别分开，化为了3件极品先天灵宝。红花化为了太清老子手中的盘龙扁拐，白藕化为了玉清源手中的3宝玉如意，青莲化为了上清通天手中的清平剑。这3件极品先天灵宝都成为了他们各自的正道之宝，在日后的大劫之中也都绽放了这现到各自的光光彩。越是强大，周青青便越是难过，他都有这样的功能了，3清要分食他完全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了。大兄，你的修为最高，便由你出手，将这造化青莲更剥小那青莲之中的白藕，其中蕴含着祥瑞3宝，玄奥颇多。那我就要那莲叶好了。莲叶通臂，似有无尽清平之意，似乎与我渐行呼应。呵呵，你们都分完了，那么这剩下的花朵便归我的。修为高就是这点不好，什么辛苦的事情都得我来做。周青青原本尚且还是平心静气的等待着自己被早死早超生，现在死了，说不定还能穿越回去看小说呢。结果这好家伙，这3清吃水不忘挖井人，在他的面前便已经笑着谈论起了该如何分配他了。这样的事情，婶婶可以忍，叔叔都不能忍。这特妙的，3清就是有病。好好的24品的先天至宝造化青莲不要，要个什么红花白藕青莲叶。原本言笑晏晏的3清忽然之间身体微僵，脸上露出了些许的错愕。什么时候洪荒之中竟然有存在敢公然说什么他们有病了？现在倒好了，那位存在不仅骂他们有病，甚至都对他们收取灵宝的事情指指点点了。他们3清的事情又与谁何干？这玉清元始这么一个威严的型男，用个3宝玉如意搞锤子，难道用的时候还要喊一个如意如意看我心意？恶心！这上清通天也是杀气这么大，连自己的气运都影响了。清平剑可镇压不了气运，我这24品的造化青莲可是镇压气运的先天之至宝。要是一句话还不能证明声音的来源，那么这么多的直接的神身攻击出来，他们是还不知道始作俑者是谁的话，3清表面上8分不动，实际上早就动用神通扫向了眼前的24品造化青莲。果然发现这件先天至宝之中诞生出了灵石，这个声音却并不是灵石的波动与他们3清进行交流。3清在此刻都有一定程度的失神，他们3清虽然此时都已经是站在了大罗金仙境界的顶峰，修为冠绝诸多先天神魔。大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怎么会听到这造化青莲的心声？上清通天乃是一个直爽的性子，有什么事情立刻就会问出来。以他的见识，尚且不明白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心声不心声了？造化青莲这完全就是在乱说。我们3清气运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怎么会兄弟相争，自相残杀？而且他还说我恶心，用玉如意哪里恶心了？我怎么可能去念什么如意如意看我心意这样的咒语？太清老子眉毛微挑，这是被说恶心气坏了吧？前面的都只不过是由头，玉清元始自己应该都不信的，他生气应该都是因为被说恶心破防了吧？不过要是真的是这个画面的话，想想还真够恶心的，不能深思。行了，二弟，不要被说了恶心就动怒，这一点不好。你看我都被说装老了，不是什么都没表示吗？我们要包容。我不是，我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个心声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我倒是觉得二弟所说胡言乱语有失偏颇。我只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见到这造化青莲之后，知道我们所要获得的灵宝是什么吗？听着太清老子的话语，玉清元始原本坚定不移的内心瞬间动摇了。他的确是想要将那白藕拿到手。造化青莲本身生出的意识，应该对自己的本体演化有着判断。事后睡修海雅不稀奇，说不定就是为了让我们听到，故意放他一条生路。
哎，三清怎么还在那嬉皮笑脸的？快点动动吧，我等的花儿都谢了。早死早超生，不死万万年，快点让我解脱吧。若是自己现在能够幻化出双脚，周青青也许还会有挣扎一点的想法的。可惜的是他没有，于是便决定彻底的摆烂。不摆不行啊，它只是一朵柔弱的小莲花。玉清原始的面皮更是有点长红。他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大家诞生出灵石之后都是想要长生正道，哪有上杆子求死的？这还真是第一次见。上清通天心中也是暗笑，造化青莲乃是24品造化青莲，先天至宝，哪有什么泄气的道理？他现在倒是真的相信了周青青的话语了。他修行剑之大道，行事锐利无双，确实镇压不气运的可不力。要是未来真的找不到镇压气运的先天至宝，还真的有点麻烦。这个倒是先不提，最让三清觉得揪心的还是那个所谓的兄弟相争、自相残杀的结果。若是不能弄清其中原委的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大兄说的好像还真是这么一个理。而且我也想知道，我们兄弟之间怎么就会演变到气运分割、兄弟相争、自相残杀的地步的？我认为还是将他留下比较好。同意，我也同意。玉清元始和上清通天对大兄的提议没有任何的异议，在他们的心中，这样也的确是最好的方法了。既然你们同意，便不能在他面前表露出任何能够听出心声的异样。我会出手将其带回东昆仑，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只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又要用什么理由来将造化青莲带回去呢？毕竟在他的认知之中，自己可是要被一分为三的。放心，老道自然有理由。太清老子神色不变，然后神眸转动，散发出锐利的光芒，似乎就要动手将眼前的青莲彻底的分离了。总算来了，3分还是8分都由你们了，快点吧。三清再次的听到了熟悉的吐槽的声音，差点就要笑出声了。他们倒是想要看看大兄要如何完成不杀的转折。咦，不对，造化青莲之中生出了意识，确实有其他的功德造化了，不能杀生。浮夸，太浮夸了，这个演技实在拙劣。然而，下一刻，他们的脸色便是一黑。特喵的！他们没想到会在这里受到暴击。青青听见太清老子开口说造化青莲里面诞生出了意识，一下子彻底的精神了。听到不能杀生，周青青更是喜极而泣。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我高低偷偷告诉你几句。太清老子眸子微缩。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听着造化青莲的心声，尽管只是简简单单的12个字，可是在他的心中却好像响起了晨钟暮鼓一般。仔细一品，就好像其中蕴含着无数大道玄。可惜的是，周青青在念完这句话之后，便重新的去想其他的事情了，根本就没有继续往下念的意思。这让刚刚还得意的太清老子郁闷的想要吐血。眼见大哥眉角狂跳，心神失守，玉清元始心中一动，便知道自己大兄所言甚是。造化青莲乃是24品的先天至宝，能够诞生灵石着实困难。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便将其带回东昆仑，悉心培养。哦，玉清也很上道吗？总算说了一句实在话，我就不说你恶心了，你还是那个型男。洪荒之中纯粹的灵根化形本来就难，满打满算都不超过5个。西方的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一个先天苦竹，一个菩提古树。然而，接下来的周青青的话语则是重新的将他拉回现实来。洪荒西方，那是他们三清尚未踏足的地方。看见自己的二哥也是忽然之间停止了说话，通天无奈，幸亏大哥和二哥都是洪荒之中的顶尖神通者，不然的话……剑仙，果然用剑的男子都是这样的飘逸，这随意的一股剑气都有这样的风范了。期待他拿诛仙4剑时候的样子。可惜了，这样的男子到最后却是一把剑都没有，也真是失败。上清通天抿了抿唇，周青青对于剑道的认可他很受用，而且从这丫头的心中，他便在知道自己还会获得。身为上清通天，谁敢夺他手中之剑？谁又能夺他手中之剑？是不是不想活了啊？上清通天现在算是对2位兄长感同身受了。到了现在，就算是通天，也是对眼前的造化青莲充满了兴趣了。诛仙4剑吗？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听起来便有至强之名的剑会不会落在我的手中。通天眸光变得锐利，看向眼前已经落在手中的这朵24品造化青莲。尽管现在仅仅只是泄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可是就是这些边角料都已经让他们充满了探究的愿望了。东昆仑啊，这也是个好地方。洪荒的祖脉，希望三清给力一点，别让我混的都不如在不周山上。对了，我记得西昆仑的西王母那里有着天池之水来着，想来东昆仑怎么也应该和西昆仑差不多吧。他不仅仅知道西昆仑是西王母的道场，他们三清和西王母比邻而居这么长时间了，可是都不知道西王母的道场之中会有这东西。这就是大罗金仙的实力吗？
什么一个跟头108000里，完全就无法和这大罗金仙的遁速相比啊！哼，什么108000里？我们一个念头的距离就不知道多少了。拿我们三清和玄仙相比，小丫头就是小丫头。唉，这位二弟哥似乎也太容易满足了一些。你们就是嫉妒，我的纵地金光就是有特效，怎么了？你们倒也是让自己的盾光好看一点啊！你们就是无能嫉妒。太清老子和上清通天下意识的将神识扫向其他的地方。二弟哥现在的这个态度，委实有点辣眼睛，不能多看。周青青举目四望，果然是发现了神奇的东西。他第一次来洪荒，所有的东西对他来说都是非常新奇的。听着周青青在这大惊小怪，三清之间又是笑了。周青青就是大惊小怪。不周山在龙汉大劫之时本身便是麒麟一族占据，有个山梁像是麒麟，有什么？咦，三清怎么都没有任何停下的意思？太清老子和上清通天倒是可以理解，怎么玉清原始都没有反应的？倒是也有可能，原始现在并也仅仅是大罗金星发现了奇马的奥妙，也是正常的。史麒麟的亲子不也是被原始收为坐骑了吗？按理说，史麒麟的修为也就是混元金仙而已。原始现在真的发现不了其中的神妙。不周山外围临近麒麟崖，这里山势险峻，云雾缭绕，隐藏着无尽的秘密和危机。只能说眼前的这个麒麟崖是真的和他有缘。大哥、三弟，你们不会以为这丫头说的是真的吧？史麒麟乃是龙汉大劫之中的霸主，他们称霸上个亮劫的时候，这丫头的手都使劲。原始多说无用，你不一直都质疑小丫头话语的真实性吗？现在可正是你表现的时候啊！玉清原始此时也是彻底的麻了，他知道这一次自己是真的没有什么不去的理由了，就算他想要私下验证，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了。玉清原始甩了甩袖袍，重新的转了个方向，直接转向了麒麟崖所在的方向。周青青还在感慨，却没想到玉清原始忽然之间停了下来，然后他便看到玉清原始走在了太清老子和上清通天的身前。哦，看来我小瞧玉清原始了，看来他还是第一个发现麒麟崖玄奥的。看太清老子和上清通天这个样子，想来也是没有发现其中的奥妙。太清老子和上清通天没想到自己只是让出一个身位都能再次被提到，转眼之间玉清原始反而成为了三清之中最英明的存在了。三清一连的遁速很快，眨眼的功夫便是落在了麒麟崖的身前。玉清原始目不斜视地看着眼前的麒麟崖。麒麟崖果然漂亮，史麒麟本身便是麒麟一族的始祖，代表着开始。玉清原始也是一切之始，应该很容易便将眼前引动吧。玉清原始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竟然还会被小丫头提醒，才会想到这样的方式。他没有见过史麒麟，不知道史麒麟的大道。玉树原处，一切之始，原始庆云，给我出！我靠，这神通也太帅了，特效有点足啊！无尽的祥瑞之气在其中充斥，无上的大道之意在其中流转，营造出了美轮美奂的场景。太清老子无不感慨地开口：“说实话，他们两个还是有着想要看自家二弟哥出丑的。可是眼下这个状况，他们好像没有什么看戏的资格了。不仅如此，太清老子和上清通天已经暗暗打定主意。太清老子其实已经打定了主意，若是有机会的话，他完全可以在二弟和三弟面前都试一试的。”玉清原始此时可不知道自己的大哥和三弟都已经到没了。经过周青青的提醒，他已经能够彻底的引动这麒麟崖的始祖之气了。天道为鉴，我麒麟一族从此不争霸洪荒，彻底的成为神兽一族。我史麒麟也将化为麒麟崖，不前天道。玉清原始怔怔的看着眼前的画面，彻底的知道了龙汉亮劫之中史麒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这麒麟崖的由来。而这个麒麟崖不仅是史麒麟自己的化身，而且还是得到了天道功德的祝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法脉祖庭。对于他玉清原始来说，更是获得了史麒麟留下的始祖之气。这个东西之中蕴含着万物归始的种种道，他已经涌动法力，施展出了搬山的神通，随时能够将眼前的麒麟崖给带回到东昆仑之上。对了，小青莲刚刚还说这儿有着史麒麟亲子四不像，我便也将它找出来吧。神识扫动，果然是发现麒麟崖的一处空间之中有着一头异兽在其中打盹，立刻便将其从空间之中移了出来。这就是四不像，果然是羊驼的样子，丑萌丑萌的。熟悉的心声再度响彻在三清的心中，然后他们便再度的被周青青的言辞给打摆了。四不像就四不像吧，羊驼是个什么玩意儿？不过等到他们彻底的将目光聚焦到四不像的身上，看着他现在的这副尊容，的确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丽，倒是那个瞪大的双眼，倒也的确挺萌的。周青青也是第一次见到洪荒之中的草泥马，别说这四不像的样子和自己所见的也差不了多少，丑萌是丑萌的，我看着也挺可爱的。可惜你的主人是原始了，明明也有着史麒麟的血脉，算是洪荒之中唯一的麒麟族皇子了。玉清原始原本以为自己将这四不像弄出来会得到周青青的夸赞，结果夸赞倒是有了，夸的却是四不像本身。
他要是早知道周青青要在四不像的身上嘲讽他元始绝不会放四不像出来找不自在。听到周青青的吐槽，太清老子和上青天都已经在神识之中笑翻了。我才不可能那么无能，好不好？等着，等到2个亮劫之后，你再来看看这四不像到底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玉清元始此时好胜心已经彻底的激起来了，他是不知道周青青是如何的想的，可是这四不像他已经决定好好的培养了。一旁的四不像转动着自己的大眼儿，殊不知他的命运已经因为周青青无意之间的吐槽而彻底的改变了。他虽然不会说出自己能够听到周青青的心声的事情，可是该给周青青的奖励还是不会少的。对了，我刚刚获取了一些史麒麟的始祖之气，刚好能够帮助造化青莲温养，便便宜他了。这真是走大运了，我竟然还能有这待遇。只是在这一瞬间，三清便齐齐的有了一个共同的对策：怀柔。若凡事都对眼前周青青好一点。经过麒麟崖事件，他们三清已初步的认眼前的造化青莲牺牲之中透露出来的内容是真实的事情吗？这对于三清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他们三清若是不知道这个结果的话，可能也就真的不在意了。现在既然知道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自然是想要规避掉这个结果的。明显的，他对于他们三清还是有着相当深的了解的，而要做到这个事情，接下来可能要耗费相当漫长的时间，绝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事情。行了，既然此件事了，我们也该回东昆仑了。24品造化青莲乃是先天至宝，你们都得给我好好的打造出一个合适的莲池出来。哇哦，太清老子很有这种风范哦，专门为我准备的莲池，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三清真要出手，必然是大手笔才是。关键还是这个莲池的水，造化圣水、三光神水、功德之水，这些才是配得上太清身份的吧？算了，我好像太为难他了。太清老子嘴角的弧度不由得下滑了一些。此时的他忽然之间觉得自己的话太多了一点。修建一个莲池，3地通天只需要动手。好在小丫头还算有点良心，还算体谅他。这先天癸水之精，他还是能够拿出来的。快回吧，我已经想东昆仑的景色了，别在这慢悠悠的逗留了。一向从容不迫、古井无波的大兄，现在都落荒而逃了。可想而知，周青青给他们带来的压迫感有多么的足。他们此时也没有闲情去操心我。这下周青青傻眼了，他还以为自己能够继续多看一下洪荒的风景呢，结果三清都像是要赶着投胎一般回东昆仑。算了，不看就不看吧，反正回东昆仑是为我建莲池的，我就原谅你们了。周青青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玄剑将这些繁杂的心舍去。洪荒之中，修行无岁月。等到他重新的将目光转回到洪荒的时候，便是又看到了一座巍峨的神山。嘿嘿，先让我来安置好这麒麟崖吧。通天，麒麟崖将会成为东昆仑的法脉祖庭，你便在它旁边建出一个莲池吧。通天黑发飞扬，微微点头，转眼之间剑气飞舞，雕梁画栋，腾出了一个巨大的空间，里面用剑气刻画了无数道纹符箓，玄妙异常。太清老子轻喝一声，天地玄黄玲珑宝塔便被祭出，上面的一丝丝功德之力在其法内作用，这就是大手笔啊！看来我以前对三清还是有一点点的偏见了。后天功德防御至宝天地玄黄玲珑宝塔所凝聚而来的功德之水。太清老子又是差点一个趔趄，他拿出天地玄黄玲珑宝塔，便是为了展示一下三清老大的威严霸气的。周青青倒是也真的夸他，结果到了最后，对于周青青现在的口头上的豪言壮语，三清此时就算是不适应，都已经适应了。行了，通天，你可以将青莲放入到莲池之中了。太清老子现在连话都不想说了。功德果然是洪荒之中最为强大的东西，我现在神清气爽，比起在不周山上要舒服个100倍、1000倍、万倍了。三清余光瞥了眼在莲池之中深深之的造化青莲，各自默默的点了点头。单纯的靠着我的本体吸收着功德和始祖之气的确可以，只是这个速度也太慢了，我得好好悟出修炼法门出来。都说红烛中自己体悟也太麻烦了，三清就在这里，不好好的利用这份资源也太浪费了。莲池旁边矗立着的三清心神微微一动，立刻用神识交流了起来。太清老子咳嗽了一声，小丫头想要拜师，这个想法很好，只是我们三清有着3个人，到时候无论他选择谁，咱们都不要心生芥蒂，可否？大兄发话，元始和通天自然也是无法反对。小青莲拜师自然是不错，现在小青莲萌生出拜他们为师的念头，刚好是应了他们的心意。现在就看看小丫头究竟会选择谁来拜师了。拜师的话，第一个选择的话，当然还是太清老子更好了。你别说，这丫头还是看得准的。三清之中，我是大哥，这拜师第一个想的都应该是我吧？
太清老子心情非常的愉悦，忍不住半场开香槟。可是我记得太清老子收徒是非常少的来着，直到最后好像也都只有玄都大法师一个徒弟。我要是拜他为师的话，那难度也太大了一点。周青青自己可是记得太清老子第一个徒弟乃是人族诞生之后，人教建立以后才收的玄都大法师。不行，要是私下里拜师的话，尝试一下也行。可是，一下都在东昆仑，我拜师的话，玉擎天和上秦那也是要看见的。绝对不行。太清老子听着周青青的心声，便是一愣一愣的。他都已经决定开心的将周青青收为徒弟了，结果这个小丫头先诺了，明明只要尝试一下。大兄，看来你没有希望了。谁让你日后只收一个徒弟呢？现在好了吧？晚了。玉清元始倒是一个不错的师傅的选择，洪荒之中，他应该也是最护短一个的，也是能够为弟子出头的。没错，这说的就是我。对，没有错。玉清元始眸子半开半望，心中算是乐了。难为周青青竟然主动开口说话，想护短，这就要为弟子出头。只是，若是拜玉清元始为师尊的话，若是玉清元始不喜欢我的话，那可就不妙了。没有法宝，没有修为，没有弟子才会这话。哇哦，没想到二哥你竟然这么不堪，竟然还会对弟子这样子。听着三弟上清通天的条款，玉清元始傻眼了。仔细想想的话，像是他这种性格，好像还真的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而且，四不像身为麒麟一族的皇子，拥有先天三族的血脉，到了最后都混得比较惨。我虽然现在是先天至宝之际区，不至于那么惨，可是也不保险啊。玉清元始袖袍之中的拳头微微握紧，来了，又来了。老生常谈的话题再一次的被提起，果然这四不像也是不信任的源头之一。果然还是得上清通天吗？他对于弟子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的，我只要诚心的拜师，总是能够成功的进入到他门下的。用剑的男子怎么说都是最帅的，御剑乘风去，除魔天地间，在洪荒中应该也能够算潇洒吧。看来小丫头最终还是与我有缘，她应该有着纯粹的剑心。我已经想好了，要为她量身打造出一套青莲剑歌出来，助她修行。太清老子和玉清元喜看着眼前通天身边忽然升腾起的剑意，颓然的叹息了一声。不过拜入到上清通天门下还是太有风险了，一个不小心说不定就被算计了，整天提心斗胆也不是个事情啊。几个亮节之中，西王母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我找个机会去她那儿，说不定能够再苟一苟。如果稳健的不连再见。这三清面面相觑，他们在这争着想让周青青选择其一拜师，觉得肯定会拜入他们门下。结果现在周青青在思索了一番之后，这样的情况绝对不能发生。只是现在，周青青分明是生出了离开东昆仑的念头了。要是当事人周青青心中主动觉得不愿意的话，不能让小丫头乱想下去了。我们必须想出一个让小青莲留在东昆仑的办法，不然的话，她要自己体悟出修行法门的话。大兄说的没错，可是小青莲明显对我们三个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偏见，不是很好搞啊。擅长推演的太清老子都没有什么办法，他也觉得有些无力。眼看两位兄长陷入沉思，我倒是有个主意。既然小丫头对于我们三个都各自有着偏见，那么我们便一起将她收为徒弟，怎么样？小青莲由于种种原因，而且若是她有3个师傅，一个不行的话，自然还有其他的师傅帮她，怎么样都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担忧吧。三清首徒，两位兄长听见通天的建议，瞬间觉得这个提议非常的妙。若是小青莲真的只是拜他们之中的一位为师，也还真的不好再做这种偷听心声。通天，你这个法子确实不错。造化青莲本身便与我等有缘，我们以此为名头，强行让他拜我们为师，绝对不难。太清老子一旦将念头全部捋顺，立刻便有了定计。我现在便打算开启造化青莲的灵性之光，你们记得配合我。懂，明白。眼见两个弟弟都懂了，太清老子便也是恢复了从容，然后立刻的转头看向了他们。元始、通天，此造化青莲既然与我等都有缘法，我们便不妨都来助他一臂之力，点化其一番，如何？点化真灵，三清竟然要出手帮我点化，总算是能够开口说话了吗？说话好啊，我都快要憋死了。只是这个开启灵性点化真灵却也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做到的事情。根脚越是好，地狱越是强的，点化的难度最高。眼下太清老子愿意这样做，在周青青看来，那是真的沾了造化青莲本身的光了。果然，玉清、太清之气。几乎在同时，三清都是各自的将自己的本源清气化为了流光，向着周青青的灵石而来。周青青本身自然不是那种懵懂的无意识的状态，三清乃是盘古元神所化，自身本源清气更是无上神秘，我就从来不知道有谁会同时获得三清的点化，真是赚大了。
承受了三清的好意，现在也该好好的道谢了。见过三位尊上，多谢尊上点化真灵，敢问尊上神明，青莲也好感谢一二。听着周青青平淡如水、八风不动的声音，三清差点都绷不住了。明明周青青知道他们乃是三清，现在却还是能够这样的。哇，我说话听起来好茶，我都知道他们是谁了，还得装着不认识。不过这也不能怪我，刚刚诞生出的灵石，要是都知道洪荒中的信息，怎么能舍了？玉清元时脸上威严，心中爆笑。周青青假装平静的水和内心的狂野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让他都忍不住停顿一下，开个玩笑。我等为盘古元神所化三清，太清老子、玉清元始和上清通天。只是越往下说，他也是越是想笑。他明明知道周青青认识他们，却还得装作不知道周青青认识他们来介绍自己。你与我们三清有缘，现在被我们联手点化，也该懂我们的事。从此之后，你便为三清首徒了。疯了吧？三清要收我为徒弟，不是太清、玉清、上清之中的一个，而是要让我成为三清首徒。周青青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成为三清首徒，不过对于我来说，还真是一件大好事。我要是成为了三清首徒的话，就算以后他们之间争斗，应该都是不算将我这个共同弟子给算计了吧。弟子见。三清无语，怀疑这三清首徒的决定是不是草率了些。既然你入了我们三清门下，那么我们便给你取一个名字。你可有先天神名？名字？我倒是想说我叫周青，可是这名字听起来不够红啊，要不重新的让师尊们帮我起一个。可是我还是不……名字或是道号这样的存在，到了洪荒之后，不是随意能够起的，代表着一个人的根脚、气运、功德，是尊重了。既然你入了我三清门下，成为我们首徒，我便给不重不变欧列为周吧。你的本体乃是造化青莲，可作青，也可作莲。我便做主，取中央一个青字，寓意万古长青。周青的确不错，只是听看还是不分性别。哇哦，看来我和三清浊的有缘，他们随意起的名字竟然和我的本名相同，而且还能有这样的寓意。这么一看，多谢三位师尊赐名，我便叫做周青青了。我们先为你的师尊，现在便传你各自的法门，让你能够炼化灵气，成功化形。这么快的就到了传法的环节了吗？这也太好了！太清师尊现在修为还在大罗金仙，其他高深的法门应该也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应该便是那传承自盘古、蕴含着丹池大陆的法门了吧？三清面面相觑，涌现出被看透的感觉。这是我炼丹的法门——太清金液神丹经，你可以凭借此淬炼出一颗体内金丹。这是我炼气的法门——玉清金翅炼气录，你可以凭借此法淬炼自己化形的身躯。这是我布阵的法门——上清洞玄布阵图，你可以凭借此淬炼自己的周天经脉。没有等周青青开口说话，这三种法门便化为了灵光，也是重新的落入到了周青青的灵识之中。刹那之间，多谢三位师尊，青青必然好好修炼，争取早日化形。你便按照我们所传法门修行就是，我们会在旁边的麒麟崖之中落脚，若是有疑问，你可以直接询问，自然可以指点你。拜师这么爽，还能有这样的好处，三清首徒果然不亏。青青明白，必然会努力修行。眼见周青青没有问题，三清也是顺理成章的离开了这里。他们虽然也想要一直待在这里，看看周青青还有什么情报没有透露。眼见三清都已经离开，周青青这才彻底的将目光放在了三清传下来的法门。洪荒修行无岁月，周青青来到洪荒之后，彻底的认清楚了这一点。以往他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可是现在，而在此期间，师尊们还能把酒交谈、其乐融融的画面还是养眼的。趁他们如今都还没翻脸，多看一眼都是赚。通天正在为大哥和二哥斟酒的手就是这么一抖，差点就要把酒壶给洒了。好在他是用剑的剑仙，虚个之球便将这鹤体的突出一阵之。而就在他们准备彻底的无视掉周青青的心声，继续品酒的时候，天际之间却是忽然之间有着无数的紫气弥漫，隐隐的威压出现在城内。哇，这就是红军正道成圣的意象吗？没想到我还能够看到这一幕。红军成圣，紫霄宫讲道，洪荒这个亮节的大幕就要展开了。周青青感知着天地之间涌动着的灵气，心中惊呼：吾乃红女，也已成圣，3000年之后将开红棍为子的周种增还圣人大道。凡非有人者，今日都来在公听道。真的是红军正道，
三清听着从虚空之中传来的恢宏的声音，内心中发出了惊叹。这么看来，三清师尊们都得去紫霄宫听道了，就剩我一个在这东昆仑，这才是真正的神仙日子啊！三清面面相觑，周青青直视他们的内心。红军正道成圣，在紫霄宫讲道，我们准备去参与一下。青青，我们准备带上你一起去，你可愿意？我一个都没化形的造化青莲凑什么热闹？我有你们做靠山已经够了，可不想去紫霄宫。大师尊，青青都没有化形，修为更是低下，根本不适合去参悟太高深的大道。我听三位师尊讲道就够了，确实不需要去那紫霄宫了。青青，没化形不是什么问题，我们会把你当做灵宝带上去的，无需担心。果然是二师尊，你想去就去呗，带我干什么？青青不用担心，我们三清在这洪荒之中，就是能力的。三位师尊说的有理，是青青想错了。混元圣道，众生皆向往之。若有机会，青青自然愿意一起和师尊。弟子到时候便当做一个普通的青莲法宝就行，绝对不会出声，安静的听到的。周青青话说得非常的漂亮，可是听见她心声的三清全都知道她打着什么如意算盘，都是无语了。他们三兄的能够听到周青青的心声，安静就安静吧，影响不到他们。行了，上回是你三师尊带着你，此回我带你去。元始沉声开口，周青青旋即一跳，24品的莲花便缓缓地飘起，最后停留在玉清元首手上，缓缓走吧，去紫霄宫。有着三清做师尊的确有面，根本不需要考虑会不会有困难的。老子面皮微微抽动，挥手将天地玄黄玲珑宝塔祭出，道玄黄之意垂落，化为最强的防御。元始和通天两个目不斜视，大兄的施法配上自家弟子的解说，果然还是有着许多的熟面孔。那个额忒之上有着火焰之纹，穿着大日滚袍的兄弟，应该就是 TD 俊和太一了。三清扶额，周青青果然是认识这里汇聚的大罗金仙的，倒不是到了最后周青青都要评价一下长相和气质，证明了他是个熟悉的颜控，他们三清可就真的要细思极恐了。还好，时间已到，诸位现在便可以进入到紫霄宫内了。没有多久，周青青听到紫霄宫的大门轰然作响。这就是童子时代的昊天和瑶池，的确可爱的不像话啊！果然大部分的大战他们三个对于所谓的道统还是瞧不上，就算路过也赢人家他们无视，殊不知按照周青青的说法，在以后的时间之中，他们三清将更加的无视，看不起昊天，最终引发了兄弟之间的祸端。两位小童，我等为三清兄弟，此次来紫霄宫听圣人讲道，你们特来为我们开门。这是我平日修行练出的7转金丹，这是我炼制出来的后天上品灵宝雌雄剑，我这里也有刻画的阵图2张。来者是客，三位老爷尽管入座就是。咦，三清原来在进入紫霄宫的时候还做了这件事情了吗？看昊天和瑶池开心的样子，现在应该没对三清产生怨怒。三位师宗当初都没有将我分开做灵宝，如今还能顾及到童子，难道是在时间的更迭之中出现了改变？算了，这也挺好。三清在内心之中舒了一口气，果然他们三兄弟最后的结局是有着刚刚那个昊天童子的一份功劳结局的。到了紫霄宫，最为精彩的应该便是争抢圣人蒲团的戏码了吧？不过，这蒲团在哪儿呢？圣人蒲团，三清的心中瞬间生出波澜，立刻各自蔓延神识，一下子便发现了这圣人机缘，大兄三弟，这我们可不能放过。如今周青青的种种心声都已经得到了验证，就算是元始都已经不能够开口质疑周青话语的真心了。如今紫霄宫中大能弄多，但凡是一丝的变故，必定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三兄弟联手，气运相连，必然能够占据一席之地。三清内心相通，刹那之间身上浮现诸多清气。眼见三清都已经落座，手中更有至宝，彼此之间更是气息相连，散发出盛大的威压。三位师尊果然强大，兵不血刃的就将这蒲团拿下了。如今三位师尊和和气气，三位一体，看起来就是一场盛景。能在有限的时间之中看到这个画面，也算是值了。我得先去看兄妹组。我记得女娲娘娘可是第4尊坐上蒲团之上的大能来着的。坐上第4个蒲团上的存在，竟然会是女娲。三清虽然看起来已经是入定了，实际上还是在用神识交流。其表面上也是波动琴弦，可是其本身也是研究八卦和天机大道的，看起来人畜无害，实际上和我大师尊一般是腹黑的性格。这每向前一步，都是蕴含着八卦天。太清老子听到自己竟然被周青青提出来和伏羲相比，眸中光芒微衬，立刻将注意力双向到处，果然发现了那蕴含气质和对一个语气媲美。当然，伏羲也就这样了，真正厉害的还是现在不动声色的女娲娘娘。也就是说，其实真正厉害的乃是女娲。
这委实让他们兄弟感到意外。就在他们三兄弟都诧异的时候，终于是有着攻击绕过了伏羲的推演，径直的朝着女娲打去了。女娲轻抿嘴唇，纤手微挥，立刻打出道道造化仙光，果然将其他大罗金仙的攻击都给打落了。娘娘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这一举一动，果然都是充满着玄奥。他们这三位师尊非常挑剔的周青青，竟然对女娲娘娘如此的推崇，而且还这么的不遗余力。女娲这位女神，好像才是周青青真正的师尊了。当然，女娲修行的的确是造化大道法则，也已经被三清洞察了。正如周青青所说，兄妹组织中的女娲反而是在修行上更具潜力的一个。女娲的造化大道法则虽然强，可是现在却有一个缺点，她没有半生灵宝，只能动用大道法则形成道法来攻击。原来女娲娘娘现在这个时候上级都没有灵宝啊，怪不得没有什么发挥。洪荒之中未来灵宝最多的女娲娘娘现在没有半生灵宝，怎么看都是有点想笑。洪荒之中，灵宝数量最多的便是自己的三位师尊和女娲娘娘了。周青青根本就没有去想女娲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妹妹，不用管我，那蒲团乃是无上机缘，将它抓住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伏羲深谙八卦天机大道，为的就是要将妹妹送上蒲团。为了办成这件事，就算是自己受伤，本源受损也在所不惜。这便是兄妹情吗？果然耀眼。周青青对于紫霄宫中抢夺圣人蒲团的细节并不清楚，如今却是亲眼的见识到了伏羲这位兄长对妹妹的付出，心中忍不住的赞叹。这是帝俊要出手帮忙吗？不是吧，原来帝俊是在这个时候出手帮助伏羲和女娲的吗？坏了坏了，要是帝俊现在出手，岂不是便能够和伏羲搭建好关系？要是大师尊能够出手就好了。大师尊未来的教派和女娲娘娘也有着很大的牵连，比起帝俊，我更希望大师尊能出。太清老子见到伏羲有难的时候，其实便想过出手。伏羲这个兄长能够为了让妹妹有所成功，太清老子屈指一弹，天地玄黄玲珑宝塔便飞出，帮着伏羲挡下了这致命的袭击。大师尊竟然出手了，难道说大师尊早就看穿了自己以后会和女娲娘娘有所关联？眼见第一个坐上蒲团的太清老子出手帮了伏羲一个忙，那些出手的大能们敢怒不敢言。最先坐上蒲团的三清实力强大，谢道友出手。不用谢，我看你们兄妹之情甚坚，有所触动，这才出手。哇，没想到大师尊竟然还有这么兄长的一面，完全不是以后那副无情的样子。果然还是现在大师尊好。太清老子本来还想要继续和伏羲女娲兄妹交谈一二的，可是周青青忽然之间的夸赞一下子让他乱了方寸。女娲娘娘现在落座的话，现在终于是要轮到倒霉蛋登场了吗？倒霉蛋？三清听到周青青的话语也是齐齐一愣，他们现在也注意到了，能够被自家徒弟注意到的，必然是那种有着大机运和大机缘的存在。接下来应该是镇元子帮助红云坐上圣人蒲团了吧？让我看看这两位在哪儿。找到了，红衣、红袍、红发，这个应该就是红云了。听着周青青的描述，上清通天神识一扫，果然是发现了穿着红色道袍、散发着人畜无害气息的红云老祖。铜匠也是看到了万寿山武庄关的镇远大星。果然镇元子和红云在这个时候便已经意气相投，成为了好基友。帝叔虽然比不上大师尊的天地玄黄玲珑宝塔，可是也是极品先天灵宝之中的防御最强。周青青话语落下的瞬间，通天便见到红云老祖果然是坐上了其中的一个蒲团。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众 Q 士准备为最后的蒲团争夺的时候，一道黑色的身影瞬间落座，将最后一个蒲团占据，彻底的坐了下来。这不愧是洪荒之中速度最快的几个之一。玉清原石扫了一眼最后落座的鲲鹏，唉，你们果然还是没眼光。要是早知道这是圣人机缘的话，就算是拼了命都要争抢的吧。怪不你们成就不高。你看着，等会儿就有修士会告诉你们如何正确的抢夺圣人蒲团了。吴青青心念转动之间，便是见到站在门外的昊天和瑶池，又将两位道人迎接了进来。两位修士风尘仆仆，衣衫褴。来了，大的终于来了。早就听说西方二圣会在紫霄宫抢夺圣人蒲团之后来一波精彩的抢夺圣人蒲团的表演，现在就要开始了吗？周青青非常的期待，她早就知道西方二人是那种无耻组合，可是怎么个无耻法，都还是不知道的。惨呐，真是惨呐！我们师兄跋山涉水，历经艰险，好不容易的来到这紫霄宫中，没想到竟然连个听到的好位置都没有走。三清呆呆的看着眼前道人的表现，他们从周青青的心声之中已经听到会有离谱的事情发生，早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不仅仅是三清，紫霄宫的所有修士此时都是瞪大了眼睛，甚至都不用法力遮掩一番，依旧让道袍处于破损的状态，一点面皮都不要了。不愧是洪荒中最为无耻的准提道人，这份演技直接就是将紫霄宫的大能给糊弄了。糊弄？演技？原来这些都是准提道人装的吗？三清只觉得自己的三观此时在这个时候都已经被颠覆了。
准提道人果然狡诈，现在这么一哭，接下来便应该是顺势给老好人的红云来个下跪了吧？不过也没办法，谁让咱们讲道的红云老大欠着西方的因果，要给你们让下这圣位呢？如此看来，也只能是你自认道。因果大道，3000排行之中同样排名在前10之中的因果大道法则。他们本以为准提道人是真的艰难的通过混沌的，现在看来却也不尽如此了。就在三清对于尚且没有出现的红军有所猜测的时候，刚刚哭泣的准提道人忽然之间便是向着红云一拜。这位道友，你就可怜一下我们师兄弟，将这个座位让给我们吧。我要是有实力的话，现在倒是可以帮你一帮，可惜本姑娘现在就是一个龙套，完全帮不了你。上清通天微微展眉，他从自己的徒弟的心声之中也是将即将发生的事情听了。准提道人一边假哭，一边观察着红云老的表现。他在第一时间来到蒲团之前，便已经找到自己出手的目标。他的估算没有错，这个散发着温和气息的红云老祖果然好像被他感动，开始站起，要将这蒲团让给他。道友，你想要让红云让出蒲团，请求便是，何必用出这样阴私的手段出来？真不光明！准提道人微愣，下一刻便感觉到了一股凌冽的剑气从前面的方向电射而来，只是一斩，竟然将他修炼出来的难以察觉的因果之线给斩掉了。准提道人此时面皮微红，他是完全没想到自己的小动作竟然会被上清通天给直接的看出，甚至直接的破坏，一时之间也是傻眼了。哈，三师尊竟然会出手阻止准提道人，这一段我完全不知道啊！三师尊性格刚正，就是锐利的剑，察觉到因果之力。多谢上清道友。红云满是感激，向着通天道谢。自己这种偏老好人性格的行事，都是让洪荒修士们不喜。除了镇元在，但师尊出手帮着红云，还真是一件好事。红云虽然性格偏软，可是他也没有谋害他人的心的。周青青并不认为红云现在一人坐在这圣人蒲团之上便会有什么影响，就算是红云的因为因果而下了台，让大家见笑了。我们也是求道心切，这才会动用如此手段的。上清道友说的对，我们要想得到这蒲团，就应该光明正大的出手。鲲鹏道友，便请你下去吧。哦，这是变成接引道人出手将鲲鹏给打落的戏码了吗？倒是也很合理。原本应该是准提道人坐上了红云的蒲团，然后直接出手对付鲲鹏。鲲鹏要抢回自己的蒲团的时候，又被二师宗插手阻止了一波。那句二师宗经典的披灵戴甲之辈，以此保守，接引道友。接引道人果然要比准提道人还要强。整个洪荒之中提到接引的剧情根本都不多，先有这位准提道人师兄出手的画面，可是其本身的修为绝对是 OP 超强的，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然而，此时的玉清元始却忽然觉得自己的心情莫名的出现了变化。玉清元始立刻便意识到，这应该便是周青青口中所说的那个结果了。若是自己没有遏制这股冲动的话，也许这个时候便会主动的出手帮助接引道。大哥、三弟，你们快点运转各自法诀，帮我压制心中恶念。听到玉清元始的传音，太清老子和上清通天先是一懵。元始全力运转心神，将周身玉清之气都聚集在心中，终于是彻底的压制住了这忽然涌起来的心念。二师尊虽然有点自大，可是瞧着也确实不会是说出瞧不起鲲鹏话语的存在。我真的是误会他了。大哥、三弟，多谢你们了。要只是我一个，说不定真的就要出手去帮着接引道人对付鲲鹏了。元始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存在，他如果真的在刚才出手，甚至说出披灵戴之辈，我当然要帮助二哥了。你没听见青青说吗？咱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因为这个而出现裂痕呢。帮助二哥也是帮助我自己。二弟，你会凭空出现这样的情感根本就不正常，其中必有蹊跷。我们需要好好的查一查，到底谁能够影响到你。太清老子声音严肃，他们三清何等的存在，竟然能够毫无征兆的被影响，做出违背本心的决定。好，鲲鹏这回被赶下去，可就没办法怪罪到二师尊和红云老祖身上了吧？玉清元始心中微动，他虽然也是并不忌惮一些大能的记恨，可是将无端的记恨转移到他的身上，也是让他很无语的。如今少了一个鲲鹏的记恨，就在他们都在庆幸自己的英明举动之时，已经被西方二人组轰下的鲲鹏怒气勃发，当即便化作了完整的鲲鹏之身，便是要继续的向着这两位反击。然而，就在此时，一股无形的威压忽然之间便在9层台之上出现，圣人的浩大威压瞬间便弥漫在了整个紫霄宫。鲲鹏眼见红军出现，一下子便被对方散发出来的威势给吓坏了，立刻便重新的化为了人形，退去了后。鲲鹏可不想在红军道人面前放肆喧哗。哎，鲲鹏，你怎么就退了？这一退，可是完全就把圣人机缘放弃了。你但凡硬气一点，说不定还有一点机会呢。为西方二人组专门的放一个蒲团出来，三清心中都是失笑。9层云台之下都只有6个蒲团，红军身为堂堂圣人，真的能够做出为西方爱人增添1个蒲团的行为吗？这样的想法尚且没有停止，上方的红军便环视了紫霄宫一圈。你们都坐下吧，
从此之后座位便已经固定，不可更换。你们两个也不要站紧了，既然已经到了前面，便也算有缘，我便多给你们一个蒲团。红军伸手一指，立刻便多出了一个蒲团出现在了边上。接引和准提道人脸上露出了狂喜，旋即便立刻的坐了上去。哇，红军道祖还真的这样做啊，太溜了！周青青心中感慨着。至于听着周青青心声的三清更是已经麻了。时间已到，开始关门。咦，竟然还有女修没有在规定的时间之中到紫霄宫吗？这不是后土祖屋吗？原来他在第一次紫霄宫讲道的时候便已经来了吗？大概应该是没进来的。有着确切的记载的说法是后土祖屋在第二次讲道的时候才来到这紫霄宫听到的。要是几位师尊能够出手帮着后土娘娘进这紫霄宫来就好了。后土娘娘为盘古精血所化，也是12祖屋之中唯一的一个没有被大地煞气侵蚀心智的祖屋。后土是盘古精血所化的12祖屋之一，后土以后将会深化轮回。三清听着周青青的话语，个个都是忍不住嘴角抽搐。周青青所说的轮回，便又让他们觉得惊讶了。轮回大道，大哥、三弟，你们此前都已经出过手了，此回便由我来出面吧。圣人容禀，紫霄宫门外的道友乃是盘古救父，我知道此时间已到，叩求情，让他进来。盘古元神开始帮盘古精血说话了，我真是看错二师尊了。关键的时候也是能够站出来的吗？红军讲道本来也是为了三清师尊的，要是其他的修士们出声，必然没有效果。可是二师尊开口，怎么都会给个面子的。既然到了，那就是有缘。昊天、瑶池，放后土小友进来吧。后土一个跃身，从紫霄宫外踏了进来。他们巫族此时都没有行走洪荒，根本就不显名声。他自己没有元神，无法推断出帮着他说话的是谁。此时也已经是到了讲道的时候了。眼见后土真的被就这样的放了进来，玉清元始这才在心中呼出一口气，也是赶快的重新坐回到自己的蒲团之上。我的三位师尊在第一次讲道的时候便露面了，看来三清的名声彻底要在众大能中流传了。红军老大，赶快讲道吧。诸位来到紫霄宫的有缘者，现在都是大罗金仙的修为，我便先讲一下大罗金仙之道，来为诸位夯实道基。果然是大罗金仙之道，怪不得周青青说对自己等没什么用。三清心中恍然，却也没有放松心情。周青青同样兴致盎然地听着红军讲道，然而越是听到，他越是听不懂。听不懂啊，算了，就当是在听天书了。周青青听了没多久，就这样的睡过去了。三清心中暗暗好笑，大罗金仙的感悟对于周青青来说还真是天书，至少也是正常的。红军讲道自然是精彩纷呈，一讲就是3000年，三清也是沉浸在其中，细细的体悟着。讲道已经结束，你们有什么想要问的，尽管问就是了。终于讲完道了，这也太大了。以后什么时候想要睡觉，就让三位师尊给我讲个道，绝对助眠。听着周青青都要准备将自己讲道作为助眠神器，三清也是苦笑。准圣之法，我便将其放在下一次讲道了。洪荒刚刚经历了龙汉亮劫，秩序混乱，我决定敕封几位红尘客业位来维持稳定。首见天下南仙之首的天一位为至高业位。当然，若是你们得了这至高业位，我也有灵宝赐予你们。天下南仙之首，三清的心神一动，这个至高业位听起来似乎就非常不错的样子，就连他们三清都忍不住心动了。红军又来坑傻子了。天下南仙之首，你红军不就是南仙吗？紫霄宫中现在的南仙谁有你修为高？得了这个业位的，天然就要受到你压制。他们好像在刚刚就被自己的徒弟给扇了一个巴掌一样。仔细听了一下周青青的话，他们便彻底的认清楚了这个天下南仙之首业位的坏处了。红军心思大大的坏，天下女仙之首业位都不直接的交给女娲，好在洪荒的女仙不多，西王母也不用像东王公一样受到更加强烈的气运压制。原来东王公和西王母得了这天下南仙之首和天下女仙之首这两至高业位了吗？东王公的话，三清倒是并不熟悉，如今一看，果然是浑身充斥着纯阳之气，似乎修行的是纯阳大道法则。圣人容禀，东王公愿意成为这天下南仙之首。行，东王公，我便敕封你为天下南仙之首，赐你极品先天灵宝天罡。三清无语的听着周青青的吐槽，一个女孩子家说什么哥们呢？不过西王母竟然不是主动的去想要成为天下女仙之首的吗？这么看来倒是挺意外的。西王母在这个时候已经洞穿了其中的一点玄机，很有可能呀，不然的话西王母也不会在日后的亮劫之中安稳。三清听着周青青的心声，也是注意到了西王母的不动如山。他们先前对于周青青想要去西昆仑投奔西王母的时候还有点不服。既然东王公为南仙之首了，西王母，你是西华至妙之气所化。
合着西王母成为天下女仙之首是红军强迫的啊！看来以后有机会也能够帮一帮西王母。这一回，三清倒是没有开口阻拦，他们在紫霄宫中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天下女仙之首叶卫的确挺坑，不过西方素色云界旗还是好的，这可是创世青莲的莲叶所化而成的。先天五方旗，创世青莲的莲叶，和自己的弟子同源。大哥二哥，你们怎么看？你都问了，还能怎么？既然是和青青分属同源，那么我们便必然不把。二弟说的不错，东王公先不说，看来我们得想办法帮助西王母解决天下女仙之首这个叶卫的隐患了。想要让西王母将红军赐下的极品先天灵宝拿出来给自己的徒弟，自然是需要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周青青可不知道三清此时为了让他获得同源而生的西方素色云界旗而萌生出一系列的计划了。要是知道的话，讲道结束，尔等可以退下了。等到下次讲道再来紫霄宫。红军老大终于走了，有着3位师尊庇护和造化青莲的遮掩，红军怎么也不可能发现我的。不过老在他眼皮子底下，我还是很慌的。过来了。后土这是在听到之后来道谢了。虽然是祖屋，后土果然还是那个气度最大的。3位道友，多谢道友帮我求情，我才得以进入紫霄宫中听到。我是祖屋后土，没有元神，不能推演出诸位名位，特来道谢。自赞，离得远看不清，离得近着才能清楚地感受到后土娘娘的体态之美。不愧是修炼肉身的祖屋。贫道玉清元始，这边的是我大哥太清老子，他是3弟上清通天，我们兄弟是盘古元神所化，与后土道友算是有所关系，这才出口求情，倒是不用多谢。盘古元神所化的三清，后土微微一愣，他倒是没想到。见过3位道兄，后土有礼了。元始道兄开口帮我求情，对我有恩，不知道后土需要做什么才能回报这份恩情。只是一桩小事，无需挂碍。听后土的口气，他还真的有百还恩情的。可是现在的后土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对了，我记得二师尊还曾经往下城改买了8套玄功来着。如今祖屋在这，既然你执意回报，那我也不阻止你。你们修行肉身，必然是修炼了9转玄功。我们三清都是盘古元神所化。二师尊干得漂亮！难道说原本的8、9玄功便是这样的改过来的？9转玄功吗？没有问题。玉清元始乃是盘古元神所化，将自己的精血留下。后土轻松的离去。姐姐好傻，我好爱。看着后土轻松的甩头离开，行云流水，周青青心中发出惊呼。但他便看到了后土留下的精血，直接的被送到了自己的莲花空间之中。多谢上清通天道友出手，让我发现了准提道人的谋划。多谢太清老子道友出手帮助我兄长。4位先天大神一下子围到了三清身边道谢，立刻便让尚且没有走的先天神魔们发现了三清多么的受欢迎。诸位道友要是不嫌弃，可以去我万寿山武庄关那儿一起享用灵果，以报先前相助之情。元子还真是红云老祖的好基友，武庄关的人参果吗？洪荒10大极品先天灵根之一，听得名字就馋哭了，一定要去。诸位道友不妨先去我凤栖山，舍妹女娲采集诸多先天灵果，酿造了百花酿，正好可以用来饮酒论道。酒？还能有果酒喝吗？昆仑山3位师徒着修行，根本就日锁这些玩意儿，看一定要去。三清尴尬的发现自己3个当师尊的加起来，吸引力居然不如一顿酒席和几个果子。万寿山武庄关一听便是神仙福地，伏羲女娲道友也是，咱们论道的机会很多，现在不妨分开吧。眼下紫霄宫讲道刚刚结束，大家都其实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到自己家道场修行了。通天因为这些便让眼前的几位道友费心。三师尊真的是想太多了。紫霄宫讲道之后，应该就有先天葫芦藤在不周山出现了。眼前的这些先天神魔可都是其中的有缘者。通天，不用劝用几位了，诸位道友此时应该都感应到不周山上有灵宝，与我等有缘，不如一起去不周山。通天在听到周青青的吐槽时就知道不对了，果然这个无形的 X 就被大兄给装到了。他尽管在推愿上不大师尊，果然算无一策，推演无双。听着徒弟的夸赞，太清老子老脸一红。好在他的修为和境界是场中最高的，及时的将那红晕给收起。太清老子道友果然推演无双，我等敬佩。一般情况之下，先天神魔想要知道有什么和自己有缘，现在倒好，他们都还尚且没有反应。既然大家都有缘，刚好一起去不周山，也算是缘分了。太清老子一马当先，驾起清气，场中众仙神自然都是点头称是，只觉得太清老子高人范十足。三清听着自家手徒的心声，一个个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这丫头什么都没做，便都要将功劳给占据，还真是个小机灵鬼。说起来，先天葫芦藤可也是混沌灵根来着，比起洪荒10大极品先天灵根的品质，都还要高上一截。得，正常了没一会儿，周青青又开始幻想了。
三清对于他的发疯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周青青当初距离死亡都只有一线之遥了。太清老子眸子中神光转动，为了维持自己算无一策的形象，他此时已经尽全力的运转元神来推眼前屠龙所到的位置了。没办法，太清老子这是自作自受，谁也帮不了他。看来咱们还是来得太早了。我能够感觉得到眼前有着无穷的乙木之气在汇聚，应该快有灵根结果了。我们最好不要在现在破阵，等到它彻底的成熟的时候再进去，不然的话，里面的灵根可能要因为灵气不充足而出现损伤。竟然是这样的吗？难道说原本先天葫芦藤上的最后一个糊涂，便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没有成熟的吗？周青青原本以为最后一个糊涂是被不知名的修士拿走了，现在来看的话，似乎好像和提前打开阵法有着很大的关系。什么？然而，就在此时，虚空之中忽然之间便是划过了两道金芒，绚丽的不可思议。周青青感觉到空气之中蔓延的灼热气息，就知道是太阳真火了。大哥，你刚刚说的和你有缘的灵宝应该就在这里了吧？看我给你打穿它！没有等众星兽反应过来，虚空之中便有一口流转的混沌色的神钟出现，刹那之间便荡起了无量的气机，浩荡的气息充斥寰宇。先天至宝，混沌钟，原来是太一吗？这个时代的战力最为强横的存在，配上先天至宝混沌钟，的确有着无敌之势的。这混沌钟若是将先天葫芦藤之外的阵法给砸碎的话，那么最后一个葫芦岂不是成型不了了？不过砸了也就砸了，原本轨迹之中最后的那个葫芦，也不至于什么信息都没有得到。眼见出现的太一要用混沌钟来将这阵法给彻底的砸碎，周青青心中忍不住吐槽。不过，他也没指望周围的一票先天大神们，就算是自己的三位师尊，现在唯一能够拿得出手来的，也就只有大师尊手中的后天功德防御至宝天地玄黄玲珑宝塔了，最多也加下一个镇元子的地主。但是动手的太一有着混沌钟，更有帝俊在一旁辅助，有着半生先天极品灵宝和然而，他心中选择摆烂。三清没想到自己的徒弟竟然对于他们三位师尊这么的没有信心。要是不知道太一用混沌钟破坏阵法会导致一个葫芦不成也就算了，不过，正如周青青所说，太一现在动用的混沌钟中根本就抵御不了这份力量。大哥、三弟，先天至宝我们也是有的，24品的造化青莲现在可在我身上呢。听见元始的提议，太清老子和上清通天的眸子便是一亮。正是如此，他们差点都把自己的徒弟给忘了。这个刚刚吐槽他们三清不行的徒弟，可也是真正的先天至宝。当初自己没有将其给分化成3份，便是因为周青青说他们不知道先天至宝。现在就运转玉清精气炼气路，我们要用你来抵御混沌钟。哇，惨无人道，竟然要用徒弟的身躯来对抗先天至宝，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神性的扭曲，能够让师尊们想到这样的办法的？三清听着自己的徒儿的吐槽，眉毛就忍不住一跳。没有问题，我现在就运短心法。谁让我周青青大度呢？就不追究你们的无礼了。这下子知道先天至宝的好处了吧？当下，他也不再大大令，立刻的运转起来玉清金金炼就，与二师尊呼应起来。太一，你还真是无礼！想要破阵，还得先过我这一关。我操，我真厉害，一下子就挡住了太一和混沌钟。元始听着周青青的吐槽，好悬没有保持住严肃。明明是他大罗金仙法力起到了作用，结果从徒弟那好像成了他一个人的功劳了。好歹加上一个我和二师尊真厉害，行不行？当然，元始的这份心情无法表露出来，此时便也只能严厉地看向太一了。太一眸光微缩，他自然是早已发现了下方聚集的仙神了，只是有着混沌重的他根本就没有在乎他们罢了。玉清道友，真是冒犯了，我和二弟真没有见到诸位道友，是舍弟鲁莽了，还请道不要怪罪于他，还不将混沌钟收起。眼见帝俊开口，直接喝水太一，然后立即向着自己道歉。什么？太一的行为竟然是受帝俊指使的？玉清元始刚刚升起来的对于帝俊的好感瞬间幻灭。知道就行，下次别这样了。说完之后，便甩了甩袖袍，重新的将造化青莲换。说完之后，便甩了甩袖袍，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方向。帝俊眸光暗沉，他让自己的弟弟太一主动出手破坏阵法，便是为了在眼前这些坐上了蒲团的道友面前露一发实力。帝俊自己也是落个无奈，知道自己这个出手还是莽撞了一些，让眼前的这些仙神对他的印象分下降了。不过，定好的这些，太一点了点头，目不斜视的跟在了帝俊的旁边。不愧是天帝帝俊和东皇太一，果然是这个叫帝俊和太一的挺建筑。三清听着便是微微一愣，天帝、东皇，这明显是和天下男仙之首、天下女仙手一样的至高业务。没有太一的混沌钟破坏，看来先天葫芦藤上是要结出完整的葫芦来了。周青青看着眼前阵法的变化，在场的众修自然没有意见。
帝俊自己有着河图洛书这件阵道顶级的灵宝，应该早就看穿了如何的破阵。太医道友且慢，贫道对于阵法多有涉猎，这个破阵便由贫道来吧。帝俊眸中深处金光闪动，他倒是没想到3清之一的上清弟子竟然主动出手来破这个阵法。当下，他便只能出声让太医回来。眼见太医停止了破阵，通天缓缓地迈步向前。他其实也早就已经洞穿了眼前阵法的奥妙，原本的话，他是打算一击便将眼前的阵法给彻底的破掉的。只是，他的指尖法力涌动，幻化出无数的剑气，刹那之间将整个阵法都包围了起来。三师尊果然有一手，这下子就连我都能够看到那阵眼了。666，不愧是三师尊，虽然也是暴力破阵，可是却有一种特别的美感，找到阵法最薄弱的地点，用最小的力气。太清老子和玉清元死暗中摇了摇头，他们合理的怀疑自己的三弟。呵呵，这个紫白葫芦和我有缘，我便先拿走了。帝俊现在拿着的这个，应该便是以后的斩仙葫芦了吧？被他祭炼出来斩仙飞刀，威力可是非常的大啊！这个紫红葫芦和贫道有缘，现在便拿走了。99散破葫芦，红云老祖日后的招牌灵宝，原来就长这个样子。我记得他是将无量的红砂炼化到其中了吧？这个紫青葫芦和我有缘，我便拿走了。妖族，太清老子眸光闪动。周青青前面都已经说过帝俊和太医创建妖族这个话题了，现在又说女娲到手的这个葫芦。明显的，周青青并不希望女娲牵扯到妖族这个在她眼中的主角之中来，只是眼下尚且没有机会，只能是静静的等待，等着有着合适的时机再出手。咦？现在那些和葫芦有缘的都已经将灵宝拿走了，这剩下岂不是都和3位师尊有缘？听着周青青的心声，三清立刻的便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没有多少犹豫，三清便是一起向前，然后各自的将和自己有着感应的葫芦摘下，然后便是放在了袖袍之中。青青，你为我们三清守图，这个葫芦便赐给你，当做你的灵宝了。多谢师三清守图果然好，有灵宝他们是真赐。周青青内心感慨，觉得自己真的找到了好靠山。对于三清将4个葫芦都拿走，围观的仙神也都没有作声。来到这儿的仙神收取的都和自己有新月感应的灵宝。咦，这么快就走了吗？这里的灵宝都还没有取完呢。我记得这先天葫芦藤和剩下土条天心丸、风跟生子他们都不来取。最后一个收起紫金葫芦就要离开的太清老子脚步微微一顿，眸光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先天葫芦藤。元始和通天也隐约察觉，这个先天葫芦藤在结出7个葫芦之后已经退化为了后天。结果自己的徒弟现在竟然说这葫芦藤另有玄机。不仅仅如此，甚至在这葫芦藤之下甚至还有息壤，甚至这些还都和女娲有着关联。没有让周青青出言提醒，太清老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伸出手，然后将手放在了那已经放开的葫芦藤之上。大师尊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当初能够率先发现我的意识。那葫芦藤所蔓延的下方，立刻的又散发出9种不同的光芒，竟将发泄同时迅速出来的声音。原来女娲娘娘见到这灵宝也是这个样子啊！你可能不知道，这灵宝原本轨迹之中应该是你的。太清老子听着自己徒弟的幸灾乐祸，彻底的知道了自己手中之物对于女娲的重要性。这样细心的女子，说不定就在此之后发现了葫芦藤的玄妙，进而将其纳入掌握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太清老子目光闪烁，他收起这个灵宝自然不是为了将其占为己有。女娲道友，这葫芦藤和9的息壤之中蕴合造化大道的气息，我看你修一下便是造化大道，这2件灵宝刚好适合你。原来这2件灵宝是大师尊送给女娲的吗？大师尊还没有成圣，都已经有了送灵宝的圣人心态了。当然，这灵宝是不可能白给你的。道友先前不是收了那紫青葫芦吗？我名下有一个弟子唤作青青，你那葫芦刚好也是青色。女娲道友，你看如何？我手中的葫芦藤和9天息壤，对于你以后的道途，绝对是要比紫青糊涂要重要的。什么？大师尊原来也是要给我换灵宝吗？干得漂亮！不过师尊如此做，应该不仅仅是给我换那个招妖葫芦，自己刚刚才得了一个紫黑葫芦，这已经是师尊的恩赐了。太清老子绝对不会因为自己而再度的。难道说大师尊冥冥之中已经算到了这葫芦会对未来产生影响？没错，一定是大师尊算无一策，紫霄宫中出手帮助女娲娘娘。玉清元始和上清通天便心中倒吸一口凉气。原来道兄都已经收下弟子了，那么这紫青葫芦便算是我给他的见面礼就是。这灵宝的确有着造化之功，可是其价值却已经远超我的葫芦。女娲道友说笑了，这2件灵宝真的是对你以后的大道有用的。
不然的话，我是不会拿他们来交换的。伏羲道友，你可以用八卦推演一下天机，应该是能够推演出些许的端倪。大师尊果然是推演出了些东西的，我没有看错。能够在大罗金仙圆满层次便察觉到一些端倪，周青青也只能感慨自己的师尊算计无双了。太极道推演远超伏羲。既然道兄说此灵宝与舍妹有意，那我就厚着脸皮代替妹妹收下了，其中情谊以后再还。眼见伏羲表退，太清老子露出微笑。他之所以让伏羲参与到其中，便是要达到这个效果。咱们现在都已经各自获得了灵宝，不如便各自回道场之中，好好的祭炼一番。眼见三清没有去凤栖山论道的意思，伏羲和女娲兄妹自然是只能应了太清老子的要求，约定好以后在论道之后，在彻底的分开之后。多谢大师尊、三位师尊，2个葫芦，这我该算到哪位师宗身上？不好分，不好分。这丫头完全是不知足，这分明是想要他们凑个3件灵宝，这算盘打得太好了。2弟、3弟，如今宝贝到手，你们便说一说自己祭炼葫芦的想法吧。3位师尊现在要祭炼葫芦了吗？果不其然，他就知自己故意的提起祭炼葫芦，必然是要得到自家的反馈的。我打算将这个葫芦祭炼为万剑葫芦，汇聚无量剑气于其中，铭刻我自身剑道。听着周青青在心中的夸赞，上清通天舒服了。二师尊的葫芦是什么来着？名字想不起来了，作用好像是用来运养灵宝。该死，二师尊的这个葫芦出场的更是比3师尊的葫芦都少。玉清元师脸上微微也都差点挂不，他都期待了这么久。二师尊的葫芦原本应该就是阴阳葫芦吧？看来我真的白担心了。不，你没有白担心，元始不过是将你的想法换了一种方式表达出来的。这想法不错，我也觉得这个阴阳葫芦非常适合你。紫金葫芦还说啥？不就是被祭炼成了盛放丹药的葫芦了吗？完全浪费了一个极品的葫芦。听到周青青的吐槽，上清通天和玉清元始都绷不住了，直接的便将身子转向了其他的地方。合着在周青青所见到的未来的大概是一个最废的，还不如他们2兄弟呢。太清老子恨恨地给了2个弟弟一眼，可算是给他们逮到机会了。现在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着实让人生气。大兄，炼丹葫芦就挺好的，要不就这样，要不大兄你就认了吧。乾坤葫芦如何？空间大了又如何？大兄不是还要用来盛放丹药？那要不祭炼成5行葫芦？这太清老子一连提出了2个方案，结果竟然都被自己的兄弟给否决了。太清老子瞬间觉得脸面无光。要我说，大师尊就应该将其祭炼为太极葫芦。不过，大师尊领悟太极是不是得等到获得太极图的时候？太极，这是先天5态之一，代表着混沌未开，代表化身万物。夫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6极之下而不为深。我这个葫芦便祭炼为太极葫芦了。是谁刚刚还在说要靠自己的力量推演出适合自己的葫芦来着？怎么转眼之间便融入大流了？玉清元始更是对自己的大兄嗤之以鼻，他好歹还编了一个元始的名头，这才将自己的葫芦化为了阴阳葫芦。到了兄长这里，大师尊原来现在便已经感悟到了一丝太极的真谛了吗？原来是我小看他了。对了，我这儿还有2葫芦，有这3位师尊做靠山，我这完全可以尽情发挥。我想想，那些书友们曾经想过的强大的葫芦。三清听着周青青的心声，就是脸色一黑，尤其是太清老子，他刚刚觉得自己的太极葫芦已经不错了，结果自己这个徒弟完全的不问我。你的2个糊涂便交给你2师尊和3师尊帮你，尽管说就是。2师尊，我的第1个葫芦想要祭炼为混沌葫芦，劳烦2师尊了。行，我会在祭炼阴阳葫芦的时候帮着你收集混沌之气的。最后1个糊涂，你想好一点，你3师尊一定也会帮你好好祭炼的。青青，你尽管说就是了，无论什么葫芦，为师都能帮你祭炼。啊，3师尊好有担当。可惜的是，我还真没什么能够祭炼的了。对了，我以后要化形，造化青莲本身已经用不到了，那么祭炼出一个造化葫芦很有必要。造化葫芦，玉清元始想要掩面痛哭。这个比起混沌葫芦来说，难度可是降了很多。没想到自己一番操作，反而让3弟捡了漏。3师尊，我这个葫芦祭炼成造化葫芦就行。好，这让周青青大为不解。他总觉得3师尊现在心情极好，不知道是为什么。从后土那儿获得的9转玄功已经被他当做每日的功课开始运转了。周青青现在的元神修为的提升，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金这个字代表着的便是不朽之意。按理来说，不过他不清楚，自然是有人清楚的。如今通天如果想要帮着自己的徒弟解决修行上的难题，那么最好的方法自然是去找隔壁西昆仑上的西王母。而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昆仑山外
忽然便是有着一道纯阳之光从遥远之处向着昆仑山而来。咦，这不是东王公吗？他竟然来这西昆仑了。东王公，他来西昆仑了。这个时候来，难道是来邀请西王母加入蓬莱仙庭了？这加入蓬莱仙庭可不是一件好事。蓬莱仙庭，青青，快化作莲纹上来，我带你去见见世面。三师尊这是想要去西昆仑去看戏吧？难道三师尊在这个蓬莱仙庭剧情之中还扮演了角色？没有丝毫的犹豫，他便纵身一跃，从莲池之中跳出，按照先前的样子化为了三师尊道袍之上的一道莲纹。这便是西王母的道场，果然是和东昆仑不一样的风格，充满着女性化的气息，有一种仙气缭绕的感觉。上卿老爷，我家主人请你入道场说话。通天不着痕迹的点了点头。周青青的想法应该是对的，一般的话，见他来拜访西王母，应该是亲自的出来迎接。正是他曾经在紫霄宫见过的东王公和西王母。上卿道友光临西昆仑，西王母有失远迎，还望道友见谅。说哪里话，我心血来潮，想要来西昆仑和道友论道，没想到东王公道友也在，这还真是惊喜。我不会打扰到二位道友了吧？三师尊也是挺坏，看东王公的脸色，你还不知道打扰不打扰？那讨厌的眼神非常的明显，好不好？我看他都好像要吃了你的样子的了。上卿通天道友，这是天下男仙之手和天下女仙之手的事，却不要随便插手。等我和西王母谈完之后，你再来论道，这是最基本的礼仪。好大的谱！东王公被封为天下男仙之首叶位以后，性情变化这么大呀！三师尊可是什么都没说呢，结果都被这样怼了。东王公，你什么意思？通天道友是我的邻居，是我的贵客，你怎么能随便侮辱？你给我走！西昆仑不欢迎你！西王母虽然斥责了东王公，可是也没有说这私事是个什么玩意儿，他就算想帮也无能为力。若是正常的东王公邀请西王加入蓬莱仙庭，哦，私事。东王公道友，你该不是要借助至高业位的名头，想要逼婚西王母道友吧？要是真的这样，我可不会无动于衷的。哇塞，三师尊目光如炬，竟然看破了东王公的目的，真是可靠。东王公微微惊怒，他只说私事，便是不想将这事情直接的摆在台面之上。西王母乃是女仙，上卿道友，此事我有点难以启齿，抱歉将你牵扯进来。果然如此，这东王公哪来的脸来逼迫西王母？都到了洪荒了，还有逼婚这一套，可耻！三师尊一定要出手帮一下西王母。这东王公的心智已经被蒙了。行吧，东王公，我就等你这个天下男仙之手去紫霄宫找我的麻烦吧。我倒是要看看道祖到底是要斥责谁。现在的话，你有多远？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没有多少的犹豫，东王公便直接的祭出了自己的半生灵宝纯阳剑，便要和上清通天一较高下。你要是换个灵宝的话，说不定还会对我三师尊有点威胁。可是你的灵宝乃是纯阳剑，这玩意儿天生受到我三师尊的辖制，走远了你。东王公通天右手微抬，便有一个葫芦出现在他的掌中，无量的剑光刹那之间便从葫芦之中涌出，向着东王公盖去。帅！三师尊万剑葫芦只是刚刚祭炼，便能有这样的效果，若是搭配上阵道，威力不知道得有多少，这绝对要比清平剑要厉害不少的。东王公完全没想到，仅仅只是上清通天一个，竟然如此的来势汹汹，能够直接的将他的极品先天灵宝给破掉。关键的一场，三清，西王母，今日之事不会这么轻易就算了的，等着吧，我一定会回来的。放下了狠话，东王公便再也不在西昆仑道场逗留，眨眼之间便消失在了天际之间。学什么不好，怎么还学起了灰太狼？搞什么我还会回来这一套？要不是你有着天罡罩护体，现在又刚刚成为天下男仙之首，你看我三师尊需要不需要你就完事儿了。灰太狼名字之中带有一个太字，想来是狼族的始祖一员。可惜通天对狼族什么的并不了解，也不知道他说过什么。不过消不消你就完事了，说的一点都没错，非常符合他的心意。目送着东王公灰溜溜的离去，西王母眸中也是难掩吃惊之色。多谢道友仗义出手，要不是道友出现，我恐怕要为难很长一段时间了。西王母道谢的速度真快，只是他有着昆仑镜和西方素色云界旗，按理来说都不应该害怕东王公，怎么表现得如此的怯弱？西王母道友无需如此，就算是我不出手，道友也有着能够抗衡东王公的实力，我还希望道友不怪我强行插手呢。实不相瞒，今天我的昆仑镜受到了时空震荡。时间大道和空间大道对了，通天道友，你来昆仑山是？西王母大方地解释了自己敌不过东王公的原因，转而开口询问通天了。西王母道友，我此来西昆仑倒也不是为了其他，正是为了道友手中的西方素色云界旗。我们三清收了一个徒弟。周青青刚刚还以为三师尊真的只是来看戏的，没想到竟然是为了自己来救命了。合着师中早就看穿了他所遭遇的瓶颈。通天心中忍不住得意，得亏大兄和二兄不在，能够让他能够先出来崭露风头，自己只要维持人设，必然是能够在三兄的之中获得最多青睐的那个。
西王母惊讶地抬起头。24品造化青莲乃是先天至宝，这样的灵宝在整个洪荒之中都是基本的，但是不如灵兽灵具的界。三师尊为我讨教西方素色云剑经，想要我将千灵宝让出来，是不是有点草率了点？通天的鬓角冒出不可见的冷汗。他当然知道自己靠着一个人情便换取西方素色云界旗是一件非常脸大的事情。紫霄宫的时候，大兄其实便也说过这方面相关，只是如今西王母刚好问道，他性子又向来直来直去。想要解除至高业位的隐患，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等着3位师尊正道成圣。王母道友，我也不会白拿你的西方素色云界旗，你迟迟没有炼化此宝，想来是心中有所担忧业位对于你的影响。西王母面色微变，诧异地看着眼前的通天，他没想到自己通过昆仑镜才捕捉到了些许的信息。你想要解决现在的困局，便不能像东王宫一般组建仙庭，除此之外，你得寻找契合自身大道的至高业位。嗨，白担心了，原来三师尊早有定计，早说嘛，还让我白着急了一会儿。难道说原本诡计之中便是三师尊指点了西王母？就算上清道友不为我取出敕令，这价值也已经足够和我的西方素色云界旗交换了。西方素色云界旗无论多么珍贵，终究只是一件极品灵宝而已。如此，便谢过道友了。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青青，你将这西方素色云界旗炼化，融入到己身，便能够重新突破当前瓶颈，继续修炼了。三师尊，你就是全洪荒最好的师尊，心里永远为弟子着想，我对你的敬仰之情就如四海之水，滔滔不绝的。多谢三师尊，挂念青青。行，你就炼化吧，我就在一旁帮你祭炼造化葫芦，有问题问我。西方素色云界旗乃是拥有48层先天神界界域。随着神境的契合，周青青蓦然感觉到自己的眼前的世界忽然一变，一个巨大的白金世界缓缓地向他展开，这便是洪荒之中真正的金行之力。内容自然是从蓬莱仙庭而来，仙庭将会在这个时候彻底的宣告建立。这个拜帖的出现，自然是惊动了闭关的太清老子和玉清元始。上清通天刚好趁此机会，便将他与东王宫、西王母的事情跳梁小丑，不足为惧。东王公心性不行，打不过3弟，下拜帖挑衅。他这天下南仙之首就是一个空壳，我们完全不需要回应。的确，但凡有着想要超越他东王宫的南仙们，此次应该都不会去那蓬莱法会上露面的。咱们不理他，他便没有什么热度。我还以为有公费旅游的机会呢，结果3位师尊都不打算去吗？看来我是看不到3位师尊装 X 打脸的俗套桥段。偏偏就在这东昆仑修炼有什么意思？东海现在可是有着周多灵宝的，北方玄元控水器什么的应该就在东海，三师尊的道场也在东海。只是他们刚刚才说不去，若是态度立刻转变，转折一定得做好，才能自然的衔接。通天觉得还是自己做这个事情比较好。我仔细想了想，东王宫都已经专门的送了拜帖，我们要是不去，岂不是坠了三清的名头？若是他大肆宣扬我们怕了，那岂不是中了他的奸计？对，三师尊没有错，不去就是真怕了，得去。确实，3弟说的也没毛病，我们三清可不能让他们小瞧。大兄，你怎么看？东王宫诚心邀请，那我们便去一遭。对，太对了！听着周青青心中的欢呼，三清彼此之间对视一眼，看来是妥了。他们这一天天的配合周青青演出，越来越默契和得心应手了。四海之中，东海最尊，更是被龙族当作是汇聚气运的地方，果然非同凡响。不过，我怎么感觉三清听着周青青的心声，舒了一口气。大兄，我感觉到了金瓯岛和我有缘，你帮着我推演一下它具体的方位吧。三师尊果然是和金瓯岛有感应，我说对了。玉清元始听着3弟云淡风轻，想要翻个白眼，你感应个棒槌！太清老子忍不住扶额，他自然不可能拆自家3弟的台，只是为了让通天人前显圣，这活儿也得他这个兄长来做。又听了周青青闹腾了唱了带有海的歌曲若干，三清终于是在东海的一片区域之中停留了下来。只是三师尊还不动动干什么呢？这不赶快将金瓯岛外的10绝阵法破掉，我们好早日登岛。如今阵法的名字一出来，通天只觉得福至心灵。随着阵法的破碎，那洞天福地的气息立刻便从中散发了出来。然而，还没有等他正式的踏入到这金鳌岛之上，一道道的龙吟忽然之间便在海面之上响起。来者止步！此地乃我龙族宝地，其他修士一律不让踩。龙族在这个时代之中，竟然都敢出面阻止三师尊进入自己的道场了。眼下通天的万剑葫芦尚且没有收起，发出龙吟之声的龙族万万没有想到上清楚。等等，金色蛟龙，这
这该是后天极品沙发灵宝的那两蛟龙吧？30尊，阶下流龙，是有龙，正二下光。3师尊果然留守了，这就是3师尊，果然看出了金蛟的特殊性。他看出个毛线了？玉清元始看着自家三弟的别扭劲儿，根本没眼看。太清老子则告诫自己行动不要着急。坠落在海面之上的两条金色蛟龙龙眸圆睁，透露出浓浓的忌惮。他们在彻底见到通天的时候，便已经心生不妙。哇，我可没听说3师尊炼化金蛟简的时候还有这么一出。诸位道友，金蛟是我派出巡海的蛟龙，我知道他们两个冒犯了诸位道友，只是可否看在我和龙族的面子上，宽恕他们呢？没想到你也是面族是能力者。这金蛟刚刚可是对我的三位11尊展露了杀意了。这位龙族道友，我刚刚没有将他们杀死，已经是宽恕他们了。他们两个要是主动的化为灵宝金蛟简供我驱驰，我便饶了他这冒犯之罪。两条金蛟听着通天的话，便是一个色变。他们修炼着的是祖龙传授给他们的金蛟化龙诀。我们可以赔礼道歉，可是化为金蛟简供你们驱驰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会元金仙的威压，若是眼前的龙族不释放龙威的话，他还真不知道眼前的龙族到底是个什么修为。祖龙深化龙脉，龙族回归四海，的确是让龙族避免了龙族灭族之祸。可是混元金仙层次的龙族绝对不会安然无恙。装的，样子货。太清老子的深处的眸光暴动了一下，玉清元始眼角跳动。现在的这个局面他很难平。上清通天的指头同样跳动了一下，不敢有丝毫的表示。青龙始祖是吧？你以为我看不清楚你的底细吗？大师尊明察秋毫，果然有一双慧眼。龙族早就不是昔日辉煌的先天三祖了，真的想要请求，至少要拿出该有的态度出来。龙族难子修听着三清的话语，面色微变。他正是龙族之中青龙一脉的始祖，天地之间的第一条青。没错，我便是青龙。刚刚为了救下两位族众，行为过激了一些，还望几位道友勿怪。说话之间，他的气血陡然之间开始和无缘为气血过这才给回。影帝啊，我总算知道什么叫做青龙奖了。兄弟的演技很不错吗？这位道友，我们愿意化为金蛟简供您驱驰，还请不要怪罪青龙王。龙王始祖是救我们心切才出如此下策的。你们不用为我求情，你们出手也是因为我让你们寻找龙族崛起的契机的，归根结底都是我的过错。就算你们为我求情，保下我的命又如何？听着青龙的话语，三清便是心中一动。原本鬼惧之中，通天应该是不会遇到青龙的。那时候青龙应是遭受业力反噬而死亡了，不然的话，周青青便还没有提及青龙气息。因死龙王为救下属挺身而出，这画面感动，好酷。要是换成道侣的话，这样吧，青龙，我们可以让你带走这两远古金蛟。玉清元始的脸皮微微抽动，他吃了不能做决定的亏。大兄和他在一起一天，他就不能越俎跑的代替三弟做这个决定？换灵宝也行，不就是一把后天极品沙发灵宝吗？小师妹，师姐以后亲自出手为你打假招，咱们不要了。大兄的意思便是我的意思，你们真要想活，那么必须用这些灵宝来换。青龙王，不要啊！我们两个不值得龙王舍弃灵宝来换。猪队友啊，这下子就连想要搪塞的理由都没有了。不过青龙还真有东西啊，这倒真是惊喜了。东方青莲宝色旗，这就是我的极品先天灵宝，你们应该是从我施展出来看出灵宝的端来了。这旗子便给你们了。哇，原来3位师尊早就看穿了青龙的法术了，就我一个修为低下的没能看出来。也是，就算是2师宗、3师宗都看不出来。青龙，你拿出的东方青莲宝色旗，我们的确是需要的。的确是这样，没错。我自然清楚，南方离地焰光旗、南方不死火山凤族的族长元凤手中，北方玄元控水旗的确在我龙族手中。三清奇旗对定海神珠不感兴趣，他们要神器，他们要的是旗，已经准备开口拒绝这个替代品了。12颗定海神珠竟然在青龙的手中，这玩意不就可以替代北方玄元控水旗吗？不对，12颗确实替代不了。这12颗定海神珠不是圆满的吗？三清听见周青青的心声，齐齐的将目光停留在那悬浮在青龙身外的。等一等，正一说的话，我们要的始终都只是北方玄元控水旗而已。这12颗定海神珠虽然也为先天极品灵宝，却并不是我所求之物。你这定海神珠只有12，若是到了36颗圆满之数，你便能够寄生为先天逆天至水宝。3师尊，你真是……我又想哭了。不过是看了定海神珠一眼。青龙自然不像是周青青这个宝贝徒弟一样感动。眼前的通天为了换取北方玄元控水旗，竟然愿意将定海神珠凑得完美，然后再送给他。当然，你也知道你又该如何做才能让其价值等同呢？ 3师尊还是有点谈判技巧的嘛。
让青龙自己决定价值，不仅能够看青龙自己的真正心性，还能看看他真的底线，一举好几得。不过没事，你的牺牲是值得的，师姐会记得你了。可以，青龙没有问题。等到我到手其余的24颗定海神珠，自然会重新来找你。周青青自己什么都没做，又是木行莲叶加1，东方青莲宝色旗的融入比他想象的还要简单。毕竟青莲的主体是他这。太清老子抠搜了一声，立刻阻止了继续深思这个问题。时间此时也差不多了，我们也该去见一见仙庭之主东王公了。就是，上次没能在东昆仑见一下他，倒也很遗憾。三弟，你上回已经出过手了，这次便交给哥哥们表现就是了。知道了，二哥，蓬莱法会之上，我绝不会出手。行了，我就出发。这就是混沌碎片所化生出来的岛屿。蓬莱方丈瀛洲天然的形成了3才大阵，这样的岛屿给东王公真是白瞎了。哇哦，东王公竟然让收服的红尘客出来迎接，这是要向风笛凤场给我们来个下马威？难道我们会因为有一个红尘客出来就对你高看？三清道友，主上已经专门的给3位安排好了位置，还请这边请。我们已经将黄钟礼奉上，3位道友可尽情品尝。不对啊，这黄钟礼的结果日期非常的长，从混沌开始到现在，最多也没超过100数。东王公本来就和3位师尊不对付，数量72的话，难道说是对应的东王公收服的72个红尘客？虽然这黄钟礼似乎有些算计，不过完全不重要，我们可是来回应他的挑衅来的。要是不吃，岂不是让他都没有动众的理由了？大哥说的对，放心吃，随便吃，大胆吃，我可真怕他不动手呢。通天微笑着，也将一个黄钟礼放入口中，然后将其中的一个挑出来，随手放入了莲花空间。我吃好了，青青，剩下这些黄钟礼你都收好了。你现在正是法力效最大的时候。多谢3位师尊，徒弟确知本功了。放下吧，放下师尊，我不会独吞的，到时候咱们一起吃。就在他一遍遍的清点着这到手的黄钟礼的时候，一直都安静着的岛屿忽然之间有了动静。放炮剪彩，洪荒也是流行这一套，古老而强大的习惯果然能够亘古流传。玉清元始眉头一皱，发现事情并不简单。怎么大师尊、3师宗都有阵，他这个2师宗的阵呢？被狗吃了。二兄，我回去就给你推演一个阵，布置在东昆仑山上。道祖红军敕封我为天下南仙之首偶星，东王公便于这台海蓬莱岛上以天天之星域。我为仙庭之主，自然需要道友帮扶。7日和我一起在紫霄宫听到的72位道友，果然是72位道友。不出所料，接下来针对他们的算计应该就来了。东王公负手而立，此时的他似乎已经将自己在西昆仑上所受到的屈辱尽数都收敛到了其中，就连双眼都是非常的沉稳。72位道友加入仙庭，为我仙庭神将。我特意请了在紫霄宫中展露名声的3清道友，取了72颗黄钟礼。原来我们3清师尊是特邀嘉宾啊，还是颁奖的那种，这理由还真不错。黄钟礼摆在这里，邀请3清来颁奖，奖品却已经被3位师尊他都拿走了。72颗黄钟礼，如今东王公刚刚成为仙庭之主，正是要借助这股大势来敲打一下自己的3位师尊。东王公尽管在西昆仑吃了瘪，可是回到蓬莱岛都能够这么有想法，我还是太小看他们了。要是换个其他修士去郑重阵些。不好意思，东王公，我们以为那黄钟礼是给我们3兄弟打牙祭的，已经不小心将他们都吃掉了，却是拿不出灵果来了。什么？3清竟然将东王公给72位神将准备的黄钟礼都吃掉了。东王公微微蹙眉，3清吃掉黄钟礼自然是在他的预想之中的事情，只是这太清老子表现的也太坦然了吧？不小心？谁能不小心将72颗黄钟礼都吃掉？该不会是上清通天因为与我有私怨，故意给我难堪吧？一众仙神听着东王公的话语，这时才恍然大悟地看向上清通天。东王公好意邀请3清来观礼，结果通天和东王公有私怨，反而是东王公被将了一军。通天摊了摊手，什么也没说。3师尊自己答应了2师宗此次蓬莱岛上不出手，又不能将西王母再次扯进这事件之中。且不说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你想要怎么样，尽管说便是。阿奇，这确实像是2师尊公说出来的话。现在这个阶段还能看到几位师尊互相兜底的画面，我得仔细记住，太美好了。哼，3清道友，我邀请你们来，自然是因为你们实力强大，能做这南仙表率。现在你们失误，自然也是该有责罚。如今仙庭出力，我又为南仙之首，自然得对尔等进行一番责罚。事情原委已经注定，狡辩自然也是无用。大罗金仙境界之上的修士们，一个个看面子，除了拯救让人让大家为了面子直打仗。这话说出来，就是给那些大罗金仙修为之下的谢神听。不过这72神将估计都愿意接受的，让紫霄宫中逞凶的3清拱手给他们道歉，
一个个估计心中乐开了花。就这，布局半天就来个这，东王公你也太让我们失望了。想要我们三清道歉也行，你们出手压过我们就好，不然的话……总算到了打戏了吗？二师尊，给我好好的打一波东王公的脸。这剧情虽然老土，可是我很爱看。事态果然发展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了。东王公定了定神，经过和上清通天的交手，他便知道自己单打独斗不会是三清的对手。如今趁着仙庭建立的大势，正好能够威压玉清元始。三清将他为72神将准备的黄钟离给吃掉了。如此一来，只要成功惩罚了三清，他们仙庭的名号也将彻底的响彻在洪荒之中。自然而然的，他天下南仙之首这个至高业位的含金量，东王公非常的从容。这借势发难对付三清的事情是他深思熟虑的，唯一的破解办法便是三清不来，而来了就得入局。东王公负手而立，尚且没有说话，可是座下的72神将之中有修士坐不住了。他们此番刚刚加入到仙庭之中，成为道祖师的天下南仙之首东王公的麾下，想要趁早的找个出路，如今正是一举扬名的机会。如今太清老子老神自在在一旁看戏，上清通天似乎也没有出手的意思。三清在紫霄宫表现的无敌，全是因为其气运相连，大家都是去紫霄宫一起听过道的道友，没有理由拿不下一个玉清元始吧。唉，可怜的孩子们，若是你们真的有威胁的话，3位师尊早就留人手。我赶时间，实在不行你们便一起上吧。中二气息拉满，不过我喜欢，二师尊就得这样霸气才是。眼见玉清元始如此心态，东王公的眼皮微微一跳，生出不好的预感。玉清元始也不和眼前的这些红尘客们说笑，三弟此前动用了万剑葫芦教训了东王公，那么他便也动用一下自己祭炼出来的气通始元，大道开合，一壶照收万物，阴阳自在其中。阴阳葫芦一经跳出，便是直接将玉清元玉清之气转化为了最正宗的阴阳二清性。就算是同时在紫霄宫听到，可是他们三清只是梳理自己的体系，而他们都没有到达大罗金仙圆满的层次，也是一件先天极品层次的葫芦灵宝。他都奇了怪了，这些葫芦难道都是批发的吗？怎么三清人手一个？最为关键的是，这灵宝威力还真的很大，配合起玉清元始的道法，一个葫芦便好像进入了无人之境。玉清元始看着遁天入地的阴阳葫芦，满意的点了点。72神将放在洪荒之中还是能打的，可是要和我二师尊相比，那还是太不自类型。东王公，再不下来，你的72神将可都要败在这里。你确定真的要继续做闭上关吗？你该不会是想要保护你仙庭之主的威严，不敢下来了吧？南仙之首，笑话而已。东王公面色难看，却也知道继续这样下去的话，这仙庭今天的颜面是真不定。老师，大师尊，别看了，东王公不要脸，你可得保护二师尊啊！东王公，我不动手，你还真当我摆设呢？哼！太清老子袖袍一挥，便有一个葫芦跃到空中，径直地抵挡了先天三才大阵的法力。东王公眸光微定，如果没看错的话，那跃升到空中的也是一个葫芦，而葫芦的中间赫然是一个太极图的图案。这太清老子的手中竟然也有一个葫芦。玉清元始向着自己的大哥微微点头，大兄只帮他解决了先天三才大阵滴血并动手记着。二师尊，舞台已经搭好了，咱们快点将东王公打败，然后就可以去抄家薅东王公羊毛了。东王公今天敢这么算计我们三清，明天就敢来东昆仑抽取祖脉了。东王公的确没有料到太清老子出手，便直接的将他的一桩最大的底牌给破掉了。好在太清老子除了用太极葫芦抵挡他的先天三才大阵之外，便没有了任何的动作。那给他带来过耻辱的上清通剑是垂袖看风景，没任何出手的意思。真是自大，先天三才大阵不能用就不能用吧，让我能够出手便是你们的错误。东王公出手都不忘继续的挑拨两位师尊的关系，三师宗战力比二师宗强，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就你拿来在外面说。二哥，你也知道的，剑道战力本来就强一点，我杀法强，可是二哥道法强啊。玉清元始自然不会因为这么一点的波折便动摇心神，只是东王公这么说就不对了。你见过我三弟出手，知道他很厉害。周青青将注意力放在了自己的二师尊的身上，他知道自己的师尊是真的要动真格的了。刚刚对付72神将，主要还真的是借助灵宝的，现在总算是要动用神通了。玉清元始高傲的抬起手臂，他五指成掌，用力的向着东王公一拍，轰！周青青只感觉虚空震撼。这就是二师尊的神通，玉虚开天掌吧。以玉清之气，演化玉虚后做开天式。东王公底蕴浅薄，被敕封了一个天下南仙之首，便以为无敌。他们三清可还有着盘古传承呢，却没有嚣张成这个样子。东王公面色大变，玉虚开天掌一出，似乎演绎出了盘古开天的场景，尽管只是些许，都是望之而让人生畏。到了这里，东王公也总算是反应过来了，
眼前的三清还真不是他能够招惹的存在，他可以出手算计三清。只是这应该是他以天下南仙之首这个至高业位巩固之势再行出手。现在仙庭刚立，东王公暗中咬牙，已经全然的明白了三清为何会来参加观礼的理由。可惜的是，这个时间点来得太晚。东王公脸色难看，天罡罩为他消弭了绝大部分的力量，可是其中的反震还是让他的元神震荡，不由自主地吐出一口鲜血。他果断地将灵宝都收起，光棍地向着三清一礼。三清神通果然强大，是东王公失礼了，是我错了，让大家在这仙庭看了个笑话。好一个以退为进，东王公算准了现在3位师尊不会杀他，直接认错，不计较一时得失。二师宗可别被迷惑了。知道错了就行，只是犯错是需要代价的。你们也都听见了，东王公已经认错，但凡岛上修士，现在都给我从岛上离开，把人休怪我不客气。众仙微微一愣，不知道眼前的玉清元始在搞什么把戏。只是眼下身为仙庭之主的东王公都被轰出岛外，更是行礼向着玉清元始道歉。东王公同样有些茫然，只是他眼下低着头请求原谅呢，好像也没什么发言权，只能看着岛上的优势陆陆续续的冲了出来。周青青心中一动，看二师尊的mạng子，这是真要抄家呀，而且是一副搬空仙庭的面貌。然后周青青便看到了玉清元始挥了挥衣袖，一个葫芦再次的跃到了空中。又是一个葫芦，而且还是紫黑色的葫芦。东王公的眸子微睁，不知道眼前的玉清元始到底要干嘛。咦，这不是我的混沌葫芦吗？怎么二师宗这个时候拿出来了？等一下，我二师尊可不是那种会耍宝的修士，此时拿出混沌葫芦来，必然是别有用意。这蓬莱诸岛都是混沌碎片演化而出，难道二师尊是打算将这蓬莱？玉清元始脸色微微一肃，周青青的反应还是很快的。不过一个呼吸的时间便能够想到原委，玉清元始也不提醒周青青来用心观摩。远处的东王公垂下的眸子爆出骇然的金光，原本已经重新平静下来的脸庞瞬间出现了极端的表情。众仙面面相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却见到东王公又是一口精血吐出。他们尚且不知道这东王公是什么意思，这被东王公选作蓬莱仙庭的岛屿，竟然在玉清元始的法力之上彻底的浮出了海面了。没等他们继续感叹，原本锐气千条，被东王公当作仙庭的岛屿，连带着整个先天三才大阵，竟然直接的就被玉清元始给收了。好大的一个！到了现在，他们总算知道东王公为何吐血了。二师尊，收得好！二师尊，我还是小看你了，你的心胸像是大海一样宽广，我只向着薅羊毛，你倒好，直接把羊都给拿下了。行了，东王公，你算计我们三清的因果就已经结了，希望你能够通过此事有所悟。三弟，大哥，我们走吧，该回东昆仑了。这一回，场中众仙没有一个敢出来阻拦。消失的仙庭历历在目，这还仅仅只是一个玉清元始，其他的2位可没有动真格呢。走走走，回家了。东王公现在应该吓坏了吧？二师尊出手收蓬莱也没有在原本轨迹之中出现过啊，就是不知道经此一役，东王公会不会有所改变？这3岛都进入到了混沌葫芦中，那这些好东西是不是也都姓周了？希望二师尊说是啊。等到三清消失不见，众仙这才重新的聚到了东王公的身前。眼下蓬莱岛整个被三清带走，蓬莱仙庭名存实亡，还得东王公这个仙庭之主打主意。大家稍安勿躁，蓬莱没了就没了。我为天下南仙之首，天运眷顾，适才我已经找到适合立派的洞天紫府州，我们去紫府州重开紫府仙庭。一众仙神立刻叫好。东王公在没有了蓬莱仙岛之后，还能立刻的找到立派的地方，果然是有着大道眷顾的。青青，你的混沌葫芦，你二师尊可是依照约定将其完完整整的祭炼出来了。多谢二师尊，像是这样的良心师傅真的太少了。二师尊果然没有动这葫芦之中的任何东西。收到葫芦之后，周青青立刻便着手进行炼化这个混沌葫芦。他自然打算同样拿出来移植到昆仑山上。听着周青青重新苏醒，心生第一句便是将黄钟岭移植到东昆仑，而不是金鳌岛。玉清元始感动的都快哭了。说起来，东王公已经重新的建立了紫府仙庭了。他倒是好算计。紫府仙庭，东王公这名字改得还挺勤快，亏得二师尊最后还提醒你了一番，想让你放弃建仙庭。二师尊完全就是在抛媚眼给瞎子看吗？不过我都以为要回东昆仑了，三清师尊竟然直接转到向南，这分明是要去帮我寻找南方离地焰光旗。他们现在彻底的习惯了周青青的话术，开头皆大欢喜，结尾伤春悲秋，甚至给他们一次心灵上的暴击。去南方不死火山是太清老子的决定，大家也是一致赞成。如今距离紫霄宫2次讲道还有一段时间，
帮着自家徒弟去拿汇聚武器的南方离地焰光旗便成为了他们的目标之一。就是这样，他们最终才改道向南，来到了这青口丑。哇，这就是真正的火山群吗？真是壮观！这个比起什么大师尊丹炉坠落降成的火焰山，不知道要壮美多少倍。太清老子微微郁闷，他什么时候丹炉坠落形成火焰山了？他这样修为的存在，怎么可能让丹炉坠落？要是真的能够发生，那一定是他故意。这南方不死火山还是被元凤镇压过的，若是不镇压的话，说不定这南方都要成为火焰的世界了，简直就是热到飞起。就算我是先天至宝，没有南方离地焰光旗，果然也是能够感觉到这热浪的。太清老子则是果断地祭出了天地玄黄玲珑宝塔。也就是在这时，炽烈的岩浆忽然之间从他们旁边爆发，好玄不玄的被玄黄之气挡了下来。这就是南离神火吧？还是元凤镇压下的南离神火，果然是霸道无比。师尊们反应的也挺快，连个衣服都没烧坏。我们已经到了这前凤族祖地，便先找一找我们想要寻找的目标吧。玉清元始和上清通天点头应是，当下汇集神识，各自向着一个方向蔓延而去。三清是按照三才的方向蔓延神识，然而这一圈下来，他们神识所过之处，竟然是连一根毛都没有发现。那些宫殿也早就成为了断壁残垣。元凤乃是上个量界霸主一般的存在，修为高于我等，要是执意藏匿气息的话，我们恐怕很难寻到。使麒麟身死化作麒麟牙，我们都差点没发现。元凤现在没有身死道消，又有诸多灵宝遮掩气息，想要发现难度颇高。太清老子微微蹙眉，他刚刚暗中进行天机推演，只感觉一片茫然，什么都推演不到。难什么难啊？那是师尊你们没找对方向。元凤整个凤凰一族都灭了，他有什么兴趣给你遮掩气息、屏蔽天机？我得师尊们来，这元凤肯定在那不死火山群的岩浆之中。我已经推演了一番，什么都推演不出来，造成这样的结果应该和南方不死火山本身有关。我们去火山深处，想来应该能捕捉到一些讯息。唉，还是得靠大师尊的推演来啊。其他的两位师宗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三清施展法力遁地，终于是来到了更加盘根错节的火山地底之处。这里的火焰比起地面上更加厉害了不止一筹。只是到了地下，三清的眉眼却舒展开了。这看似盘根错节的岩浆的方向，最终都好像向着一个地方汇聚而去了。终于要见到元凤了吗？是谁竟然来打扰我清修？仙乐，这是仙乐啊！凤鸣之声果然是洪荒之中最美的音色之一。要是那些唱剑听见元凤的声音，恐怕都要一个个羞愧的低头。周青青最先看到的便是那双丹凤眼，不是他们正在寻找的元凤，还能是谁？这便是真正的母仪天下，也是真正的争霸洪荒的混元金仙的气息，不是青龙那样子的样子货能够比拟的。元凤族长，我们乃是东昆仑山上的三清。元凤吸了吸鼻子，闻了闻宫间之中火焰的味道。南方离地焰光旗的确是在我的手中，只是我为什么要将手中的灵宝给你们呢？我在洪荒也见到真正的女帝风了，小女青青参见天空真正的霸主。元凤道友，我们并非是来强夺南方离地焰光旗的，给与不给都是您的事情。至于为什么要给我们，要思考的事情了。大师尊果然是擅长和稀泥的一把好手，这就是他推崇的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吗？玉清元始和上清通天接过话掌。元凤，你我三清今日联袂而来，你可知是为何？我们道场在东昆仑，刚刚又获得了混沌碎片演化而出的仙岛，东海上也有洞天在手，也有黄钟里这样的洪荒10大极品先天灵根，还算小有身价。三师尊从族群和灵宝质量说起，你们三一唱一和，配合得很好吗？元凤姐姐，我们的三位师尊要心意有心意有底，要能力有能力，实在不行你就从了吧，他们什么都愿意做。你们说的倒是也有几分道理。集美们，鸡汤真的要有了。凤族灭亡，我也不用像是青龙一样，需要为了龙族的崛起而考虑。元凤姐姐藏的还真分，凤族的确是灭亡了，可你不是用无上神通制造出了按照阴阳化生的金翅大鹏雕？三清面色微肃，若不是听见周青青的心声，他们甚至都完全看不出元凤在谈论这个话题之时的神情变化。这位凤凰族长是真的将其都当作没有的。我镇压南方不死火山，无法离开此地。若是你们能够想出让我脱离南方不死火山的方法，我便将这南方离地焰光旗交给你，绝不食言。元凤果然还是女帝，你堂堂混元金仙的强者都出不了这南方不死火山，却把难题甩给了我现在都没有正道成圣的三位师尊。三位师尊，要不咱们不和他玩了，
直接去将那金翅大鹏雕和孔雀都抓到他面前来。要不照瓢画葫芦，我们去找一个和定海神珠一般的火属性的先天至宝，用它来帮着元凤镇压这不死火山，如此可行。先天至宝哪有那么多，而且是刚好用来镇压南方不死火山的先天至宝。要不找一个同样修炼火之大道的混元金仙来代替元凤镇压的。要不等到我们此番听到紫霄宫之后再来。太清老子神情苦涩，同样打算放弃了。他大包大揽地带着2位兄弟子来找混元金仙的元凤，现在看来是失败了。火属性的先天至宝没有，能够起到镇压作用的先天至宝暂时还真找不到。这些都不行的话，那就只能在元凤身上做问闸了。等一下，元凤镇压这南方不死火山，好像只是动用了他修炼的火之大道吧？要是元凤能够将自己的一系火系大道法则化为分身的话，咦，这不就是先天神兽朱雀吗？只要元凤能够以自身火之大道创造朱雀化身，这不就妥了？大师尊刚好对化身神通非常的了解。元凤道友，想要达成你的目标却也不难。我最近在分身术上略有心得。元凤道友镇压南方不死火山的关键在于一个火字。站出来了，果然还得是大师尊。依照八卦五行4象之理推演出了天之4灵的朱雀，我们党蜘蛛会的智力担当。元凤听着太清老子的描述，波澜不惊的心终于开始波动了起来。从太清老子开始描述解决方法的时候，我觉得道友之法的确有效。若是成功，元凤自然会将南方离地焰光旗奉上。试试就试试，不要怕女帝。听说凤凰一族都有着浴火重生的天赋神通的，不要有后顾之忧，大不了从头再来者。太清老子自然也是没有问题。当然，元凤只需要制造出一个化身朱雀出来，并不需要画出其他的分身。如今理论的知识都已经完善了，现在就看元凤大大的实操了，想来应该没什么问题。义者道也，一散形为朱雀，聚则为元凤。凤凰于飞，朱雀先驱。而就在元凤说出朱雀先驱的刹那，自有南明离火从元凤的身上无声击出，为朱雀的诞生而献上礼炮。这下子，朱雀到底是不是凤凰一族的旷古难题，总算被我解开了。朱雀扇动着同样神圣而光彩的翅膀，缓缓地坐落在元凤原来所在的严家湖的中央。这下对味儿了，南山南，完美契合。元凤这回可是心服口服了吧？大师尊可是以大罗金仙的境界就帮助混元金仙解决了难题呢。反正这南明离地焰光旗是已经从虚空之上飘了下来了，巨大的凤凰法相则是再一次的消失。多谢诸位道友。论道启动，3位师尊也是机缘到了。元凤大大看来也是知道自己还是受到恩惠大的那一方，想要主动的补偿了。这可是现在洪荒中唯一存活的。他虽然有了南方离地焰光旗，火气的吸收速度便已经恢复到正常的程度了。现在有着南方不死火山这个地利，自然还是得好好利用的。南方离地焰光旗融入到自己的莲台之上后，周青青都能够感觉到自己吸收的灵气开始在其中汇聚成了一座座的火山。他的元神修为也是巩固到了金仙中期境界。南方不死火山也是我的福地啊，火形圆满，甚至按照我亲眼所见化成朱雀之形。我这南方离地焰光旗以后要是拿出来，都能中这么一说的话，我的东方青莲宝色旗凝聚的木形之气也能化作青龙。等到3师尊回金鳌岛时，让青龙展现一下神龙之躯，我也能拿个青龙旗号令龙族。他们和元凤的论道非常多，因为周青青的提醒，他们也特意的请教了一下当初他们先天3族如何气运正道，又是如何失败的经验。多谢元凤道友。本来的话，我们应该还是有时间继续论道的，只是现在快要到紫霄宫2讲开始的时间了。大师尊这话就说差了。元凤大大镇压南方不死火山，本来就有着一部分红军的原因，他怎么可能去听道？而且道祖红军也是龙汉亮劫之后正道混元的，相当于踩在了3族的尸体之上的正道。要是换个不谋望正道的，说不定还真去。忠言逆耳呀，元凤大大好样的。不过这话说了，其实和没说也没什么两样。道祖红军现在乃是洪荒第1强的存在，而且这个亮劫之中，道祖也不会对3位师尊不利。真要说的话，还得下个亮劫，早得很呢。现在考虑这事情太早了一点。3清脑海中思绪翻腾，青青的心声更是让他们确定了其中的一些猜想。只是3清现在还真的不能去深想这件事情。多谢元凤道友提醒了。不过我们3清都没正道成圣，道祖如何能看上我们？这些事情就不用多说了。南方不死火山本身有着屏蔽天道感应的功能，我便在此随口一说。3位道友有缘再见。走吧走吧，去紫霄宫。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紫府仙庭之主东王公了，说不定东王公还要告3位师尊一手呢。听着自家周青青满含期待的心声，刚刚尚且有着些许阴霾笼罩的3清心境立刻也变得明朗了起来。你还真别说，咦，好奇怪啊，3位师尊怎么同时在发笑？难道想到了什么开心的事情了？对了，青青，那蓬莱岛上还有什么好东西没有？有没有师尊能用的？青青，
我在蓬莱法会上的炼气手法，你可有感悟？给我说道说道。青青，你修炼这么久，怎么就火行朝元了？是不是在我们论道的时候偷懒了？阿巴，原来师尊们是想要欺负我才露出的笑容，这真是太阴险了。下次见到3位师尊笑一定得注意，一不小心可能就引火烧身了，我得防着点。三清道友，我们可是听说了你们去蓬莱法会大展拳脚了一番，逼得东王宫都将蓬莱仙庭给变为子府仙庭了。这个情景不就是开学上课之前的场景吗？看来大家都是一个路数啊，只是上一次和同学们差不多有3000颗。可怜的孩子，这葫芦应该是给东王宫搞成 PTSD 了。幸亏帝俊祭炼的斩仙葫芦不会在这个亮节之中出现。三清听着周青青的吐槽，倏然转头，却只看到东王刚头也不回的变相，根本没有任何想要和他们照面的意思。见过诸位道友。差距啊，东王宫，你看看帝俊，表面功夫做得足足的，根本不会留下什么画笔。这回听到结束，最后入场的还是后土一个。周青青也没有见到其他的12组巫的身影，红军的身影疏忽之间便在9层云台之上出现。红军老大是真烦人，出现都不带出声音的，委实对我的心脏不好。倒是他身上的气息更加的高妙，更加的至高无上了。接下来我便给大家讲述我的准圣之道。大罗金仙想要突破到准圣，便是需要斩尸。我的斩尸却分2种。三清神情凝重，这斩三尸之法听着便是属于那种天马行空创造出来的秘法，非常的具有创造力。红军老大果然是没有讲这斩尸之法的缺点啊！想要做到完整的3尸合一，最好斩尸的灵宝同级同源，如此才能更好的合一。不过大家斩尸也基本上没有3尸都斩的，我的3位师尊反正正道成圣都没斩完尸，倒是接引那个家伙把过去、现在、未来都斩了。2弟、3弟，这斩尸秘法一定要集中精神，全数听完，不得有丝毫游离。这次的听道将决定他们最终选择走上哪一条道路，非常的关键。他们的确相信自家徒弟的判断，可是涉及到大道之途，必须得严肃对待。等到斩三尸秘法进入到总纲之后的深度解读之后，周青青毫不意外的继续睡了，连分心去清点他混沌葫芦中的家底都做不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我周青青又回来了。他环绕了一圈，发现此时大家多数都是还沉浸在感悟秘法的氛围之中，安静的不像话。道祖容禀，东王宫有一事想要禀告。哎呦，东王公，你可总算开口了，没有让我白等。我听你的情绪已经酝酿到位了，是时候将你的委屈都讲出来了。快一点，不然就真没机会了讲。东王公，你的事情等会儿再说。完了 ，BBQ 了，看来是看不到东王公告状的画面了，可惜。子霄2讲已经结束，我便在此立下玄门，蒲团之上者，皆和我有缘，须入我玄门。玉清元始，赐你先天至宝盘古幡；上清通天，赐你先天至宝诛仙剑阵。已经退下的东王哥立刻就傻眼了，他都还没告状呢，怎么这就变天了？这三清眨眼之间就成为了道祖红军的玄门弟子，不仅你看看东王公偷腥自首啊！算了，没好戏就没好戏吧。现在就看看道祖会不会收红云为弟子了。红云原本轨迹之中可是没有坐上蒲团的。女娲，你精研造化大道，越我明就是，我便赐你山河设计图和红绣球。红绣球虽为极品先天灵宝，知道，不就是正3婚吗？天婚、地婚、人婚一全，妥妥的完成升级。不过这红绣球还是真的好看，接下来可就轮到红云了。是和我的3位师尊女儿一样的正式弟子，还是和西方2人组一样的记名弟子，亦或是不入门墙？红云道人、准提道人、接引道人，你们3都与我缘分浅薄，与我却是没有师徒之缘，入不了我这玄门。不过能坐上这蒲团，便是有着缘分。准提道人，赐你极品先天灵宝加持神杵；接引道人，赐你极品先天灵宝12品功德金莲。这接引宝状与你有缘，便一并给。我靠，道祖这手段真是高明啊！我要是红云，此刻就真的要应验你的梦了。这个一同的拒绝他们成为弟子便很妙。红云没成为玄门弟子会有点失落，可是面会因为接下来获得9离湖而惊喜。实际上这9离湖虽强，可是其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便是炼妖湖，一下子便和妖族气运相纠缠了。最关键的是红云真不会哭啊。常言道会哭的孩子有糖吃，一正又因为得了灵宝就开心，他们是真的能哭。道祖圣人西方牝，看看道祖才是真正的下棋者。现在收下西方2人组。子霄公乃是讲道之地，哭哭啼啼像什么话？既然你们2个执念颇深，也罢，我便将你们收为记名弟子就是了。休要喧哗！这都行？紫霄宫的众修士看着西方2人组的操作，一个个惊为天人。红云更是傻眼了，说好的一起无缘，结果这后面这俩哭一哭就有故事了。主动才会有故事，红云你什么都不做，自然也不会引动什么变化。
虽说你真主动了，红军老大也不带看一眼的。帝俊和伏羲这样的拥有着极长推演天机能力的存在，便是察觉到了红云的丝丝不协调之处。没有加入到玄门的红云，东王公，我的事情已经宣布完了，不知道你还有何事？好快的反应，告状成汇报成果了。很好。既然东王公也没有大事，此次讲道便也算完满。下次讲道便是圣人之道，紫霄宫将官尔等都可以离开了。对于诸多红尘客来说，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讲道。可是对于他们三来说，此次讲道可是让他们获得了庞大的信息，需要慢慢的消化。三清这一回自然也是早早的回到了东昆仑。周青青自己乖乖的跳回莲池。二弟、三弟，此回听道完毕，我们便是有2条道路可以选择了，一个是混元金仙之道，一个是准圣之道。我们便来好好的讨论一下今后的道路。我还以为大师尊他们都要直接的选择斩三尸之法呢，怎么现在开始准备讨论起来了？我们现在讨论还不都是因为你这个罪魁祸首？三清看着在自己地盘还要耍宝的周青青，只想说一句：不要闭脸。混元金仙之路最难，到目前为止，勇敢三师尊，不怕困难。三师尊，特别告诉你，空间魔神杨梅、武林乾坤阴阳，他们转生到洪荒走的也是混元金仙。混沌魔神毕竟也是有着直面大道的经验，咱们不能和他们一概而论。如今我们成为了玄门弟子，不去斩尸的话，似乎有点刻意。我看那个斩过去、现在、未来身就不错。这个倒还真是，二师尊想的周全。爱卿老子面皮抽搐，还有这回事情？这也太丢脸了！早知道就不公开询问2位兄弟了，这样的公开处刑太社死了。还好能够听到青青话语的只有自己的2是，身为兄长，他此时却也很是为难。三弟通天的想法当然没有错。大师尊怎么开始拔头发了？该不是犯了选择困难症了吧？成年人才做选择，要我选的话，我直接就是全都要。反正不管是混元金仙还是准圣，都只是成圣道路的过渡。道祖红军能创造秘法，3位师尊也可以创，不是吗？太清老子听着自家徒弟的心声，就想要拍个大腿。对呀，自家弟子说的没毛病，他们可是三清，盘古元神所化的三清，这个时候全都要，还能扔？道冲而用之或无有。混元金仙和斩三尸之法都有其独特的好处。这不是道经中的话吗？大师尊怎么有感悟？这意思应该是大道无常有变吧？还得是你啊，大师尊，私信嫉妒，我都不知道谁能想出这办法来了。太清老子心中冒着冷汗，还好自己的感悟和做法是一致的，他的人设没有崩，又让大兄混过去了。三气朝元，金仙中后期，我周青青终于做到了，我是天才！我可不能因为突破而骄傲，不然眼下3位师尊看我这么高兴，他们却不能突破，说不定都要给我穿小鞋了。我要克制，要隐忍，我得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三清神色各异，周青青虽然什么都没说，但是其实已经什么都说了。他的沉默震耳欲聋，就连穿小鞋的内容也是没有遗漏的。他们现在在莲池关联，只是因为他们在创作秘法的过程之中遭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困难，遇到了一点点的瓶颈。实际上，秘法的创造还是比较顺利的。为了新秘法的诞生，他们又去金鹅岛上找了一次青龙。大哥、二哥，这是我们要突破，又不是青青要突破。他一个金仙，指望他帮我们兄弟突破不现实。青青，你的造化葫芦给你祭炼好了。谢了，三师尊，宝贝大一。我们也没指望青青真能做事儿，这不是看他境界突破开心一下吗？你看，现在他又得一宝贝。通天，你有时间祭炼青青的造化葫芦，想必也推演出了我昆仑山的护山大阵了吧？二哥，我当然记得，只是大罗金仙级别的大阵实在配不上昆仑山门。我想着境界突破再努力一把的，绝不敢忘。我可不像你们，我就是来见青青找灵感的。青青既是我们的徒弟，又是我们的元法，依靠一下，怎么了？看样子3位师尊最近很为突破操心啊。也是，融合创造一门秘法，的确不简单。咦，对了，这个时间点的话，是不是到了帝俊发仙停36重天的时候了？先天至宝太极图，大师尊怎么忽然之间动用起这件先天至宝来了？难道是推演出什么来了？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太极图运转，黑白分明，勾勒成圆，还挺好看。太清老子周边的黑白二色世界退去，快请扫亮来看成弟弟一眼。玉清源和上清通帝立刻变得不苟言笑，正襟危坐。36天将要出世，我推演到其中一部分与我等有缘，我们便动身一趟吧。原来大师尊动用太极图是算到了36天的出世啊！这么说，3位师尊要去天庭，带我，别忘了你们可爱的徒弟。对了，青青，我看你刚刚突破，也没什么事要做，就一起来吧。好耶！知道了，大师尊。诸位，随我上天！
天庭建立指日可待，接下来便是我们妖族之名响彻整个洪荒之时。太一、鲲鹏，你们便随我一起去登上这最高天，见证我们大业的完成吧。九天之盘没有丝毫的犹豫，他们法力涌动，便是动用了他们最为急速的神通。他们便在33天和那34天的交界之处，看到了意料之外的身影。帝俊微微愣神。他怎么也没想到，这自己第一时间发现的地方竟然还会有人。这36重天分明是自己最先发现。傻眼了吧，帝俊？你的确是比大师尊还早到一步的，可是我们是从上而下来的。诸位道友，这上3天便是我们三清的了，却是不能让3位道友通行了。前方三清，天地尽行，有那个感觉了。大罗金仙说这个话的时候，可比程胜后说然多了。不好意思了，3位道友，这恐怕恕难从命。我有着不得不上天的理由。我懂，天地魔自然是不希望自己上面还有谁压着。不过我的3位师尊也有着他们出手的理由，看来真的要看一波斗法了。打起来，打起来！帝俊应该是知道自己必败，却还是出言挑战的，这便是他的地心。我们三清也有不能让的理由，既然如此，便斗法一番来决定上3天的分数。我们兄弟也不欺负你们。大师尊这是打算彻底的让帝俊他们心服口服啊，都给他们这么宽松的条件了。好。我答应。听到能够动手，最边上的鲲鹏立刻厉笑一声，立刻便向着通天扑击而去。咦，我以为最先动手的会是东皇太一呢，怎么鲲鹏先出手了？看他这个急切的样子，似乎一直想着出手。玉清元师冷哼一声，越过了通天，向着鲲鹏的方向出掌。既然3弟是因为他而被仇恨，那么就由他来对付这鲲鹏。咦，二师尊怎么出手去和鲲鹏打了？这走向不对啊！听闻你有河图洛书，阵道推演无双，我便和你比一比阵法。太清老子微微颔首，欣慰的点点。通天这个直爽的性子都能由此变通，成长了。3师尊要和帝俊比阵法，看来师尊们分工很明确啊。是我想多了。这么一说的话，大师尊岂不是要对上东皇太一了？这么一看，东皇太一还真惨，上回遇到了我和2师尊联手，这一回遇到了我和大师尊联手。太一缓步而出，直面太清老子，地袍猎猎作响。上3天乃是我兄长志在必得之物，用出混沌中可能会对天阙有所影响。太清道友，我便也来和你比拼一番神通。太一，人还怪好的嘞，就不怕这33天的风大让你闪了舌头。大师尊，我知道你已经完善好你的一气化三清了，那就多谢道友维护了。我最近对神通感悟多了1、2，还请道友指教。洞通天地，混沌为仆，为造而成物，谓之太一。我为太一，自当成就至高、至贵、自尊。这才算大罗手段吗？总算能够看到东皇气象，像是天命主角了。太清老子神色平静，青青既然想看一气化三清，那么就让他看一气化三清。太清之气瞬间流转周身，立刻开始也仰望。太一刹那之间便感觉自己的视线之中出现了变化，太清老子的面前赫然又出现了3位道人。大师尊就是大师尊，想要同进无敌，那得先问我大师尊。大师尊至少可以1打4。败了。我和大师尊联手，已经一击将无敌的太一放倒了。2师宗、3师宗可别落下，太慢了可不行。玉清元始气势未变，三清道友，我们认输。这上3天天阙，从此之后便是三清所属了。没有道友允许，我们绝不会踏上上3天一步的。妖族身为这个亮节的主角，都要认输。我和3位师尊真无敌。通天自己虽然非常遗憾没能继续破解混元河洛大阵，可是对方主动认输，他也没法说什么，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另行探讨了。看3师尊一脸遗憾的样子，该不会是混元河洛大阵没破解不爽利吧？别呀，以后33天可是要布置更加厉。大哥、二哥，咱们赶快去上3天看看。3师尊态度变得怎么这么快？吃错药了。上3天的道运确实已经超过了大罗金仙，在这里修炼对于大罗金仙者也都有些好处。不仅如此，上3天的资源和洪荒大地不同，我看其中有着颇多神材可以利用。兄弟俩齐齐地对视了一眼，然后将目光转到自家的大兄身上。大哥自从进入到了这上3天之后，便一言不发，不知道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这就是3清天，3位师尊成圣之后都要来的地方。3清天就是这个，上清境。3位师尊竟然真的创造出了突破的秘法，
这也太厉害了吧！青青，这三清天以后便是你的洞府了。啥？三清天给我了，我都没有化形，这破天的富贵就有我的一份了。你是三清首徒，当然需要自己的洞府。这三清天是至高天，非常符合你的地位，以后就都归你了。你想要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我没意见。三清天的清应该是青青的青，这地方确实和你有缘。好耶，未来的大房子也都有了，等我自己独立也算是有房一族了。三清首徒的待遇就是好，这上3天怎么着也算是天井房了。多谢3位师尊。很好，现在三清天就是你的了。我们现在便准备修炼秘法。你别再不混，便可以用我们所创之法了。周青青便也是从太清老子的道袍上跳了下来。周青青便见到3位师尊开始围着他进行修炼，他们一个个的都将自己的顶上3花球的展开。3位师尊联手创造秘法，这画面还真是美好。没想到我竟然还能见到这么一面。他不知道的是，本来已经沉浸在推演法门的三清，此时都不约而同的睁开了眼睛，对视了一眼，这才又缓缓的将眼睛合。如今他们在周青青的心声之中已经有了新的思路。现在气运勾连，彼此一心，修炼只能是突飞猛进。太清老子负手而立，玉清圆圆面色温和，上清通通剑眉微扬。这秘法成功最关键的的确是青青。恭喜3位师尊境界突破，大道有望。三清扬眉吐气，只觉得整片世界都多彩明亮了起来。上士闻道，勤而得志。我们不顾勤勉的一面，便突破了。青青，你也要勤加修行。3位师尊果然谦虚。要是勤勉有用的话，我怎么可能现在还这个境界呢？三清道友，帝俊来访。帝俊来了。这段时间也没有听到他宣告天地，看来还没有昭告天庭。世界之上的另一个东王宫，三清听着周青青的描述，内心之中都生出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不过仔细想想的话，好像还真是。三清神情尴尬，他们就听着青青在这吐槽呢，差点都忘了还有帝俊这么一号人物。太清老子和玉清源立刻正色：帝俊道友，稍等片刻，我们刚刚境界突破，现在便去34天上清天找你。周青青闻言，立刻便重新从水之中做出，化作莲纹到3师尊的道袍之上。眼见三弟开口背了锅，玉清元死和太清老子这才次第起身，露出从容的微笑。事情都已经解决了，开心。34天，帝俊看着从天降下的三清，神情便是一凛。此时三清的气息在他的眼中已经如渊如月，深不见底，不可估量。恭喜三清道友境界突破，正道有望。帝俊此来是为前些日子的冒犯来赔礼道歉的。最近我们打算在33天上建立天庭，有可能打扰到3位道友清修。3位道友若是有什么需求，尽管提就行，我们会满足3位道友的请求的。嗨，不就是希望我们换个地方放掉吗？道歉的事情就不需要了，当初斗法都是你我同意过的，没有额外的诉求。上3天归我们，下33重天归你们。3师尊，给你一个大拇指，点剑。只是上3天我们却已经将其送给我们徒弟做洞府了，你们建立天庭的确打扰到他了，是得补偿。3师尊，你说的太对了，你就是帅气和睿智的化身。帝俊神情微微一酸，送徒弟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徒弟才能配得上这三清的大手笔？汗流浃背了吧，地下老弟。他们的徒弟就在你面前，还会在仙尊的道袍上的角落注视着你，就问你怕不怕？能够成为三清道友的徒弟，这还真是得了大运。他需求什么，帝俊就算倾天庭之力，也是会帮他拿到的。能有他这样的徒弟，也是我们三清走运。3师尊，你这话就是直球，好有杀伤力。还能要啥？斩仙葫芦，将这个葫芦到手再说。帝俊道友，7日咱们不周山楚一起摘葫芦，必然是拿回去祭炼成了厉害的宝贝。不如就将那件葫芦灵宝当做是赔礼就行。哈哈，3师尊果然要了斩仙葫芦，他是懂我的。不对，3师尊也只见了帝俊收葫芦的这个画面，帝俊的其他灵宝他也不知道啊。帝俊倒是没想到眼前的通天会将这件极品先天灵宝当做是赔偿。这件极品先天灵宝刚刚祭炼完成，他也一直都带在身边。上清道友好眼光，这葫芦便给这个。和谐，必须和谐。这个亮节我都不会在这三清天待着，现在跟着3位师尊他不香吗？我才不想一个待在三清天，太没安全感了。放心吧，帝俊道友，我会将这话带到的。道友放心行事就行了，他不打扰到你的大业的。不日起，我便要在33天昭告洪荒，建立天庭了。3位道友要不要留在此地观礼？明明不想让来，嘴上还得邀请。帝俊，你可小心我们真去。我等境界刚刚突破，需要回东昆仑静修，
就不来参加观礼了。喧宾夺主的事情，我们可不想做。行了，帝俊道友，3清天我们就先离开了。上3天不容踏足这件事情，希望你的妖族能够践行下去。周青青同样没再多看天庭一眼。当初他说要3个葫芦，现在果然完成了目标，轻轻地将元神烙印在葫芦的先天神境之上。周青青果然发现了道：斩仙葫芦初步祭炼完成，大成功！宝贝虽好，可是没有用武之地。我在洪荒之中唯一的出手，还是用自己的身躯扛住了混沌钟。青青，我感觉你已经把那葫芦的12层先天神境炼化完了，速度挺快啊。怎么说，定给的这个葫芦功法如何？2世尊，我确实已经炼化了这葫芦的12层先天神境。帝俊的这个葫芦叫做斩仙葫芦，里面藏着一口厉害的飞刀，飞出去就见血呢。我的剑叫诛仙，你的刀叫斩仙，我倒要看看他这个威力和我的诛仙比哪个厉害。咦，难道说我无意之间挑起了3师尊的好胜心？太好了，这下子看来有机会出手用这斩仙飞刀了。嘿嘿，3师尊，斩仙飞刀就以普通飞刀，可和诛仙剑阵无法相比。青青现在才是金仙境界，你让他拿斩仙飞刀和3弟一比吗？有也不害臊。请大师尊给你推荐一个合适的对手，让你知道。多谢大师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有大师尊在，走向都正常了许多。要我说，大师尊最好能给我找个厉害的凶兽，那样我可以毫无顾忌的出手。现在已经是靠近东昆仑地方了，要说凶兽的话，似乎只有开明兽了。这家伙现在应该还没被收服，正好我进去试一试他的身手。太清老子架起6亲不认的盾光，朝着南边的方向就是一指。果然，在东昆仑的南方深渊之处，只见这昆仑的深渊之中已经充满了混乱和暴虐的气息，周围的地脉生机全部断绝，仿佛是感应到了他们到来一般。真的是开明兽，陆无是9条尾巴，开明兽是9颗虎头。大师尊的推演还是一如既往的给力。眼前的这个开明兽的修为尚且没有达到太乙金仙，倒是真的很适合青青试刀。青青，交给你了。终于到我大显身手了，这可是我第一次亲自动手，可得好好表现。宝贝，请转身。随着周青青咒语的念动，3清立刻便是看到紫白的斩仙葫芦中出现了凌冽的白光，白光之中，一把带着翅膀的飞刀赫然荡漾在其中，灿若星辰。周青青心念微动，7寸5分长的飞刀便闪烁着无量的毫光，自动旋转，向着那有着9只虎头的开明兽斩去。原本的，不愧是下一个亮节的大杀器，就算我是金仙修为，能够轻易的靠到此灵宝，将这凶兽的头颅给砍下来。3位师尊，我已经试刀完毕了。我看这开明兽斩了8个头之后，有了一丝清明的可能，要不3位师尊你们看看能不能救一下？3清神识扫过已经倒地的巨大的开明兽，查看眼前这个凶兽的根基，果然发现开明兽的凶化程度不算高。不是凶兽亮节本身带来的，难道是罗流引动的魔煞之气？要是大师尊说的没问题，那么能够引动这个程度的凶煞之魔吗？道魔相争之后，罗幽炸毁西方灵脉，便彻底的消失不见了。3清就写通通的记在心中，说不定这些信息都会在某些时刻派上用场。已经搞定，开明兽已经恢复清明。既然是青青你饶了他一命，开明兽就是你的宠物了。我们去把此地的生机恢复，深渊消除，再回昆仑。虎类果然也是猫科动物，就算在洪荒之中，这大虎也能当大猫养着。以后深夜 emo 的时候不用担心了。吾为太阳星主帝俊，现在立妖族，凡是有灵州管先后皆可为妖。我们妖族特在33天建立天庭，云乱周天秩序，特此昭告洪荒。帝俊行动好快，我们一走就昭告洪荒。妖族建立天庭，帝俊携拜无上气运，成为天庭天帝。封太一为东皇，鲲鹏为妖师，又立下10大妖帅，各有职责。凤岐山，女娲向着自己的兄长伏羲打听着八卦，自己的兄长乃是洪荒之中最精通八卦的男修，有什么八卦问他就行了。这33重天有何说法？没什么特别的原因，不过是因为上3重天的归属权不在妖族的手上罢了。出手的应该是3清道友。会不会是他们的徒弟？上一次太清道友便曾经为了给徒弟灵宝，换走了我的紫青葫芦。而此时被他提及的这位徒弟，正是悠闲地挂在了开明兽身上，在缓缓地返回东昆仑的路上。至于3清则是坠在后面，一边安静地看着开明驼驮着小青莲上山，一边交流着天庭建立的消息。当然，自然是开了对内语音的。青青所说的妖族和天庭都已经出现了，怎么巫族还不现身？后土祖巫咱们已经见过了，不像是好战的。说起来，这天庭建立，东王宫又要遭重了。
等到天地帝俊，东皇太一靠着力妖族建天庭的功德，可怜的东王公面对天庭根本就没有什么还手之力啊！太清老子全力的运转着太极图。周青青莫名的感觉自己心里一寒，转头看向3位师尊，却见到2师尊和3师尊脸上挂笑，唯有大师尊笑得有那么一点难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咦，大师尊别这样笑，会起皱纹的。要是真变老可怎么办？你明明和2师尊、3师尊一样大啊！他很受伤。子府仙庭，东王公望着33天上的天庭，瞬间暴怒。青青，大师尊带你去看戏。这话术为什么这么熟悉？好像3师尊也说过类似的话。事出反常必有妖，我得拒绝。好了，我也不强求。这功德金水，我看最近快消耗完了。大师尊，去哪儿？去子府。天庭和仙庭最近爆发争斗，我总感觉要大战一场了，要去看看。大师尊不早说，早说是天庭和仙庭大战，我会迟疑那几秒吗？混沌钟在东皇太一的手中爆发出无尽的威力，凡是钟声扫荡之处，仙庭大能无一能够与之为敌。我为东皇，当镇压世间一切敌。直到他看到东皇太一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穿整9色云霞之服，戴着平天冠，周边环绕着青符玉入、金科灵纹的男子。这不是东华帝君吗？这也被算计到了。阳者主东方少阳之气，生化万会也。帝君者为东方诸天之尊，君慕众圣，为生物之主，不愧是亮节的主角之一。就算是不敌大师尊，也是没有丝毫的气馁，似乎都已经将其转变为前进的动力了。我为东华帝君，你为东皇，各自都是尊贵，就算身死，我也要看看与东皇太一如何超于我。东皇太一高居虚空，深情古井无波，而他手中的混沌钟玄色荡漾，分明就在酝酿着最为可怕的攻击。东华帝君果然还是和东王公不一样，不过结果也没什么不同。东皇太一气势正盛，就算东华帝君同样没有一刻为东华帝君的败亡而哀悼可。有你们这样的存在在前，东王公就算舍弃自身，也的确是做不到那天下南仙之首叶伟。哪怕气运反噬，那也只能怪他自己。几天不打，上房间啊！东皇太一刚刚还吃了苦，不长记性。哼！一个巨大的太极图突兀地出现在了他的手掌之中，直接的挡住了混沌弓，发出了沉闷的声响。太极图可以化解一切攻击，就算是混沌钟也不行。而且以大师尊的推演能力，必然是已经领悟了更加强的杀招。你就看他笑不笑，你就完事了。太清老子面色不变，全力运转法力，刹那之间，便是有一白玉金桥显化在了他的脚底，无数的毫光在闪烁，大道玄奥环绕在其边上。东皇太一只觉得自己的混沌中受到了金桥的反震，自己的3足金武之躯震荡，内中似乎有破碎之感。太清道友，今天是天庭和仙庭之事，你为何出手？我为玄门大弟子，我只保化定恒有一些圣迹。太清道友说的对，既然如此，我便饶着东华帝君一命。等到我以后变强，自然还是会去找道友你挑战的。东华帝君眼睛直直地看着东皇太一的离去，还有出现救下他的太清老子，只觉得世事变幻，有点不真实。多谢太清道友，救我一命。我救雨是因为推演到你和我还有点缘法。大师尊果然是算无一策，不然怎么会出现在子府？仙庭坠落已成定局，你便和我离开此地吧。东华帝君竟然觉得大师尊会带他回东昆仑？自然不是东昆仑，你如今尚且还需要恢复，我自然是会给你安排一个和你这子府差不多的地方的。我就知道大师尊都安排好了，和子府州差不多，又能帮助东王宫的地方，不就有大师尊的道场首阳山了吗？你以为我猜不到吗？走吧，我现在便带你去巍远一处道场，其名为首阳山，正好适合现在的养修行，恢复消耗的本源。首阳山，东华帝君看着太清老子拿出太极图来破首阳山外的先天大阵，感激再进一度的加深。今日东华遭受变故，幸逢太清道友搭救，无以为报，愿意以道友为师，执弟子之礼。这东华帝君真的改变了，能够说出执弟子之礼的这种话来。不行，可是我还没做好当师姐的准备。东华道友，你现在修为与我相当，拜我为师也不合适，等我正道之后再来考虑此事吧。果然想要拜大师尊为师难度很高，东华帝君准圣的修为都不收入门下，这我不就损失了一个准圣修为的师弟了吗？还是太清道友思虑周全，东华自愧不如。太清老子心中叹了一口气，你要坚持一下，我也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了。现在好了，又什么都没了。不过太清道友，
紫霄宫三讲的话，我就不去了。天下男仙之首已死，东华却是不想去那紫霄宫了。嗨，我当是什么大师，又不是大师尊不去。放心，不去就不去吧，都没有谁会多提你一嘴的。我这里有一物，原本是要在紫霄宫三讲的时候去询问道祖其功效的，如今我都不去那紫霄宫了。太清老子眸光微转，内中太极二气转动，眼前的这块神石直立不倒。这不是三生石吗？你们要是现在能看出个所以然来，就大有问题了。行，这石头我就收下了。我们东昆仑的莲池之中还缺一块奇石，正好有用。大师尊干得漂亮！你这次虽然没算到三生石是什么东西，可是在青青的心中，你的形象依旧光辉。如此，我便总算是心安了。行了，你便在这首阳山安心修炼吧，其余事情无需多想了。不是吧，不是吧，大师尊这就要回了吗？这我出山岂不是只看了个戏，剩下都和我无关？大师尊实在不行，挖矿也行。青青，首阳山中挖建一条极品铜矿吧，让二师尊给你炼制一些后天的神典。大师尊英明。为了锻炼一下你的法力运用，这整个矿脉就交给你来用法力挖走了。挖完咱们就回了。大师尊，就我自己，我还是个孩子，这是压榨。三清都是黑心企业。玉清元始和上清通天见到回来的大兄，嘴角挂着莫名其妙的弧度，心中便是一突。周青青可没有闲心思去管几位师尊的明争暗斗，他果断地将三生石放在了自己的莲池之中，除了黄钟礼之外，又多了一个躺椅。他现在就等着紫霄宫三讲呢。中央戊己杏黄旗可是在那分宝岩上呢。我为帝江巫族的族长，12祖巫之首空间祖巫，我为主九阴。那12祖巫只是展露身形和法相，便是引得天地色变，明显也是顶尖的先天神魔一般的存在。而且他们行走洪荒，不拜天地。最为关键的是，这12祖巫不是单纯的12位顶尖的存在，他们演出了巫之灵、巫族，就好像是注定要和他相对一般。他有预感，巫妖之间注定将会掀起一股洪荒的腥风血雨。洪荒终于开始进入到巫妖亮节的序幕了，整个洪荒将不会平静了。怪不得我这6转金丹会炸，这是天意。见过给自己炸弹找借口的，推脱到洪荒不平静还是头一回。三清觉得自己又学到了。这其他的祖巫看起来不像是后土道友这样好相处，巫族不修元神，只求肉身。他们玄功已经修到了8转，战力都相当于混元金仙，真要站起来，将会是比龙汉大劫更加强大的亮劫。看来亮劫注定要发生的，东王坤仙庭之主都已经陨落了，天地必然会发生变化，已经不可阻挡。巫妖2族必然是会在这个亮劫之中大打出手的，像是那伏羲和女娲在原本的轨迹之中都被拉入到了妖族的阵营之中，可想而知。因为这第3次的紫霄宫讲道终于是也要开了，周青青继续化作莲纹上了二师尊玉清元始的道袍之上。看看这紫霄宫三讲，红尘客来的比第1次的3000少了多少？像是天庭和仙庭之战，仙庭之中的72神将便跟着东王宫一同战死了。如今只能靠3位师尊了，不然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周青青再一次的发出感慨，确定了自己的核心。如今他成为了三清首徒，自然是和3位师尊气运相连了。红军老大果然是红军老大，现在便是身合天道的状态了。现在的道祖应该已经发现3位师尊是自创秘法了，就是不知道他会是个什么心态。不过就算是发现3位师尊没用斩三尸之法，红军老大明面上也应该不会发怒，相反还得鼓励才是。3位师尊现在总归是入了玄门的，斩三尸秘法总归只是细枝末节，影响不大。太清老子其实也是这样判断，不然的话当初也不会做出自创秘法的决断来。三清脸色平静，因为能够听到周青青心声的关系，他们并没有任何的紧张或是产生出其他的谋神。3位师尊一定没事的。道祖红军终究不是能常理判断的存在，他自然是要站在师尊这一边的，期望着诸事顺遂。老子元始通天，不愧是玄门弟子，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中创造出适合自身的秘法，还算难得。三清听着，忽然之间便在心中张牙舞爪，彻底嚣张起来的周青青立刻垂眸，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别以为他们三清不知道啊。我等是受到了师尊斩三尸秘法的启发，这才有所感悟，实属侥幸，倒是让老师见笑了。大师尊果然是专门擅长打太极的，这番话只有大师尊你说出来才有味道，二师宗、三师宗只能是在一边看着的。
玉清元始和上清通天表示不服，他们要是回答的话，可能、也许、大概还是能和自己的大兄有一个水平的，只是大兄是玄门大弟子，不给他们机会而已。太清老子心中微抽，这个打太极听着好像是夸奖，只是细细琢磨，好像又是蕴含着一丝骂人的味道。不提道祖红军和太清老子的商业互吹，紫霄宫的红尘客可是炸了锅了。三清竟然没有选择道祖红军直接传下来的斩三尸秘法，也就是说，若是他们有信心的话，便是也能够效仿三清，不走那斩三尸之路。她是玄门之中的唯一女修，也是大师姐。他以为三清一定会走老师红军的斩三尸之路的。秘法之类，只是为我们正道成圣服务，最重要的还是成圣。红军老大这就是睁眼说瞎话了。你现在说秘法为正道成圣服务，等会儿又要说圣人天定，正反话都让你说了呗。现在正道之路有3条，其一便是以力正道，其二便是斩三尸正道，其三便是功德正道。法则正道又被吞了。虽然说这玩意儿严格的说也算是以力正道的一种，可是红军老大提都不带提的这头。不过这和我也没关系了。睡意袭来，我必要去睡觉了。听见心声之中没有了周青青的动静，三清也是转为视线到了听道之中。若是如同周青青所说圣人天定的话，他们已经放弃了斩三尸正道成圣的这个法门，自然是要将其他的都尽数听进耳朵。等到周青青悠悠醒转之时，天道之术9为极，同样也将诞生9位圣人，而我玄门自然要出6位天定圣人。三清乃盘古元神所化，具有开天功德，可成圣。女娲未来将会有一场大功德，同样可以成圣。赐你一道鸿蒙紫气。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你们西方也有点机缘，同样可以成圣。赐你们2道红魔紫气。红云，你虽然没有机缘入我玄门，却能坐在蒲团之上，赐你一道鸿蒙紫气。嗨，天定六圣果然还是那天定六圣。红云就算坐上了那蒲团，道祖也只是赐下了你鸿蒙紫气，却决然不会说你能不能成圣的。果然天道大事还是不能改变吗？三清心中微凛，道祖红军对红云果然是没有说出这可以成圣的话语的。要是真的不能改的话，青青口中的三清兄弟反目、自相残杀这事情便怎么也都会上演。都正道成圣了，要是改变不了大事的话，还正什么道？圣人就是大事。当然，这些都是他们三清在瞬间冒出来的想法。他们彼此之间对视了一眼，虽然没有做出传音或是其他的交流。紫霄三讲已经彻底的结束，从此之后，我将身合天道。此后没有道祖红军，只有天道红军了。红军靠得住，猪都会上树了。信你还不如信我是秦始皇。三清心中微懵，洪荒中的猪有不能上树的吗？那这个信到底是信还是不相信？还有青青不是造化青莲吗？怎么成秦始皇了？事实上，青青真要成皇也不是不行。周青青可不知道现在自己被3位师尊反吐槽了。红魔紫气这事情没什么可说的，这和原本轨迹大差不差的。天道红军就出强制就了。我既然已经合道，紫霄宫便重新关闭。昔日几个亮节的时间之中，我收集了很多灵宝，都被放到了分宝园身上，你们可以自行去取。现在是猎杀时刻，3位师尊，赶快走吧。周青青当然是知道3位师尊在原本轨迹之中是拿了分宝岩上最多宝物的。2师尊到手的中央戊己杏黄旗和3师尊的24颗定海神珠，可都在分宝岩上呢。大师尊、2师尊、3师尊，别讲面子了，咱们的先天至宝都寄出来，给我冲！这个举动看着紫霄宫的红尘客们目瞪口呆，这也太暴力了一点。然而，迟钝的红尘客们还在观望，没有去管自己的3位师尊。那些和师尊们有缘法的灵宝，自然是会到3位师圣手中的。中央戊己杏黄旗到手了，青青，给你。多谢2师尊。古色的莲叶就像是找到了自己家一样，缓缓地融入到了周青青的本体之中。周青青现在也是学乖了。2师尊，那边有宝莲灯。没有丝毫的犹豫，玉清元始天尊用盘古幡飞出开天气刃，将其中的一块原石打碎，将其中的宝莲灯拿出，丢给了周青青。宝莲灯果然是和我有缘的。这灵宝原本轨迹之中应该落入到女娲娘娘手中的。若是我记得不错的话，分宝岩中能够和我相关的宝贝应该没有了。等一下，那个是净世白莲。分宝岩中原来还有一朵莲台吗？不好，他要逃。原来他是破开虚空从分宝岩中逃走了吗？并不是所有的极品先天灵宝都是会乖乖的被收走的，像是一些极品先天灵宝，他们会本能的对收取产生应激，自然而然的选择逃走。像是这朵净世白莲。就在周青青以为这净世白莲将会溜之大吉，以后只能有缘相见的时候2师尊，及时雨。青青，别让他跑了。陆青青眼泪汪汪的点了点头。
这竟是白莲没有出现在紫霄宫红尘客的大名单上，周青青都以为自己收取已经没戏了。玉清元始心中呼出一口气，要不是他时刻分心关注着青青的心声，完美了，我的分宝岩之行完美了。嘿嘿嘿，24颗定海神珠，青青你收好，到时候咱们一起龙族拿北方玄元控水旗。好耶，看来突破金仙的日子很快就要来临了。对了，三师尊，我看这分宝岩也是一件宝贝，咱们可不能忘记这个。师弟，师姐拿了你的定海神珠，便拿着分宝岩给你凑合了。这玩意是大号的聚宝盆，能够让你财源滚滚，绝对比让你丢了小命的定海神珠强。通天挑了挑眉，没想到周青青让他收走分宝岩，竟然还有这样曲折的运气。如今宝也收了，我便带着青青去龙族将那北方玄元控水旗拿到手吧。青龙这是最好的木匠，这金鳌岛完全就是大变样。碧游宫也是建得雕梁画栋，气势恢宏。只是怎么没见到青龙的身影？大事，这个时间段能有什么大事？24颗定海神珠是关系到整个龙族的大事，能够让青龙王这等存在离开，难道是妖族收编龙族？东皇太一也在赶场子。我们回金鳌岛，他去东海了。青青，看好了，我教你一个速度变快的方法。师尊，这是提剑跨海。要是天下剑仙都有师尊这么帅，大家估计都去修剑了吧？无需正大，青龙，你现在这样的话，都敌不过我手下的计盟。计盟早些算龙族的成员，如今加入到我妖族下面的更加的强大了。龙族的先天族民有什么可以坚守的？若是我已经死了，龙族没有希望，那龙族成为妖族，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是如今我还活着，龙族还有希望。从祖龙死亡，龙族便没有希望。然而，没等他继续施压，就在计盟错愕的同时，他见到一位年轻的男子提剑出现在了眼前，露出了最为爽朗的笑意。那个笑容却并不是朝向他，而是朝向了东皇太一。竟然不是青龙吐血的关键时刻来，这剧本不对。果然三师尊提前跨海的速度太快了，没有出现名场面。尊上，3清之中，我确实没和道友交过手。怎么，上清道友，你要替龙族出头？为什么不出头？难道我们和龙族不是同伴吗？不出头不行，他们龙族都说为我护岛，以我为尊了，我也答应了。身为尊上，我总不能在一边看着吧？看来我们之间终究还是需要斗法一场。若是我输了，龙族自然可以不用加入妖族。我不是说妖族不好，你们兄弟能够统合诸族为妖，的确是好手段。只是龙族不想为妖。三师尊答应了斗法，看来只有东皇太一受伤的事件完成了。东皇太一祭出混沌钟，所有在场的天庭妖兵和龙族修士立刻便觉得浑身法力陷入停顿。师尊，让东皇太一见识一下你的剑道如何勾连诛仙4剑吧！胜负已分，通天剑道更胜一筹，斩飞东皇太一。海的海底涌起冲天的海浪，东皇太一的身影依然消失不见。放心吧，你们的东皇还不至于这么一下就身死道消，他不过是被我的剑气打飞到铜海海面了，你们可以自去寻他。听了上清通天的话，计盟当即便是带着一众妖族头也不回的离去。高傲的东皇都被打飞了，他们自然不可能还在留着。头海海面之上，东皇太一神色微正的看着下面的碧波，他的确没有受什么伤，可是被打飞的距离这也太远了一点。没想到3清我竟然一个都没打过，什么最强，看来就是一个笑话者。东皇太一眉头微皱，随即眸光中便映照出了计盟等一众妖族的身影。他旋即收拾神色，计门等人赶来，太康看见他。今天的事情我会去上命了。上清道友是天定圣人，最终是会正道成圣的，他要庇护龙族，我们便给他一个面子。听到上清通天竟然是天定圣人，一众妖族的目光立刻一变。东皇竟然在天定圣人一击的面前没有受伤，既强大自然不容置疑。现在对他们威胁最大的还是巫族。多谢尊上出手，不然龙族可能有灭族之祸。周青青则是适时的将自己莲花空间之中的24颗定海神珠取了出来。尽管他的心中早有预料，可是见到24颗海神珠之时，还是忍不住内心的震荡。敖广，快给尊上去取北方玄元控水旗去！敖广，多么熟悉的名字！没想到这老龙在这个时候就是东海龙王了。这东海龙宫之中藏着宝贝的传言竟然是真的，这老龙王倒是挺能忍的。定海神针就一后天功德灵宝，如何算是宝贝？这北方玄元控水旗还真是宝贝了。就算在最落魄的时候，都是将族中最重要的灵宝藏着。就算加入了天庭，看来也是想要恢复龙族荣光的吗？周青青着实没想到，现在的东海龙王便是记忆之中那窝囊的老龙。
青龙王在原本轨迹之中死亡，龙族彻底衰败。现在龙族在三师尊的手下拥有了新的希望，出现了生机。这北方玄元控水集何该化为我的无上法力？前一秒通天都觉得自家徒弟的心声对于自己有着触动，像是希望，譬如生机，都似乎给他启发。结果下一秒画风就歪了，这让通天的无奈，他便也跟着开心起来。先天五方旗尽数到手，周青青自然是看到了上路地金线在向自己招手。36颗定海神珠集齐，这是在原本轨迹之中都没有出现的情况。我得用我的连眼见证这周天圆满的场面。青龙，如今36颗定海神珠都已经到手，你便趁机将其炼化一番。若是其中偏一些变故，我也能随时出手帮忙。是，尊上。青龙王立刻点头。12颗极品先天灵宝变为圆满的36颗定海神珠先天至宝，其中到底能不能够对龙族有用？青龙王盘坐的瞬间，便有2颗定海神柱浮空，与那其余的24颗定海神一起，在其周身环绕成了一个圆。定海神珠果然真正的作用是定海。听着周青青的话语，通天不禁微微挑眉。如果他没记错的话，乾坤尺是3000神刻之一的燃灯的灵宝。除了这一点让他在意之外，自然便是所谓的诸天世界的演化了。定海神珠每一颗的确是相当于一方世界，若是龙族安心的经营着四海，他们也都可以像着东海一般好好的发展。身为青龙一脉，他也是冥冥之中感受到了自己始祖炼化定海神珠所带来的影响。敖广都哭了，看来定海神珠真的是给他们带来了崛起的希望了。我看着青龙的修为也在重新回升。青青现在的修为不高，对于业力这样超纲的东西自然是看不到的。青龙的修为就算借助着先天至宝定海神珠的玄奥变化，可是最终还是在太乙金仙圆满的境界停了下来。上清通天眉宇之间略带嘚瑟。上一次大兄听着青青的心声，这才想出了南方朱雀的方法。他根据类别察觉到了青龙有着和南方朱雀相似之处。龙族青龙，愿为天之神兽，东方木之青龙，不染杀伐。看来除非像是史麒麟那样许下麒麟一族永为祥瑞的大愿，这才有可能让青龙突破现在的境界了。青龙能够恢复大罗金仙圆满的修为，已经非常的不错了。如今我上清通天都要正道成圣，你们龙族却最高修为只能大罗金仙，那在我的心中便和没有生机差不多。青龙王抬眸看了一下这位尊上，他容貌无双，气势更是凌冽，就像是一把冲天的利剑。他都已经准备接受龙族只能到大罗金仙的命运了。若是说以前的青龙王以通天为尊是因为先天至宝的感激，现在的话，他完全的对上通天心悦诚服。只是心悦诚服归心悦诚服，他是真的没有什么办法想出来了。上清通天此时也是比较的尴尬，这话的确是他所想的。若是实在不行的话，他打算回去和自家大兄商量一下。大兄有着太极图来推演诸多的变化，想来应该比他更加的有主意。好，三师尊说的实在太好了。没想到三师尊在这个时候便已经是要为龙族截取一线生机了。如此的话，三师尊想必是要将这信念融入到自己的剑道之中，砍出他的截天之剑了吧？青龙境界本来也就混元初期，天道业力应该已经不强了。只要三师尊出剑，将其业力破开一个口气，青龙的修为怎么也都恢复了。上清通天的眼睛微微眯起，轻轻的心声给他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截天之剑。青龙王，你在这里别动，等会儿我会出一剑，帮你斩天道业力一个口子，你便趁此机会重新薅附修为。青龙王龙眸微睁，透露出不敢相信的眼神。眼前的这位尊上要出剑帮他砍天道业力，而在他不敢置信的注视之下，三师尊果然是剑道第一，真要斩这天道业力。周青青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之情，对着通天发自内心的夸赞。此时此刻的通天比起刚刚压境东皇太一还要帅100倍。首先便是选一把剑，诛仙力，陆仙王现仙道出起红光，绝仙变化无穷妙，大罗神仙血染伤，天道业力变化无穷，我便用这绝仙剑。然后便是将我的道，我想要为龙族截取生机的信念融入到这绝仙剑之中。青青小心翼翼地将莲纹移到三师尊的肩上，他要好好的看清三师尊出的这一剑。整个世界好像在某一刻都出现了静止。这一剑的风气甚好，因为他已经感应到那盘坐的青龙身上开始拔高的气息，那是大罗金仙到混元金仙的强大的变化。上清通天的这一剑真的在虚无之中放了，做到了。上清通天看着眼前的变化，也是彻底的意识到了自己做了什么。他真的利用自己的手中之剑为龙族截取到了这突破之机。多谢尊上，这剑也是我第一次使用出来，没收住力道，将那2座神山给破坏了。尊上无需担心这些小事，您的一剑让龙族重新的有了希望。我们将在那山峰之上建立龙门，永世纪念尊上这一剑之功。神特么龙门，龙门原来是这样建成的吗？青青现在彻底的集齐了先天5方旗，马上就要境界突破了。回到东昆仑的第一时间，他便重新的跳回到了自己的莲池之中。武器超越，我终于是做到了武器超越，就是这消耗也不是一般的大。这先天5方旗放到洪荒之中，那也是要成为先天至宝的。
不过，要是没有三位师尊出手，这些先天五方旗本身也聚集不到一起。我这也算是达到了最完美的金仙境界了。金仙之中，我无敌。莲池旁边，太清老子、玉清月和生生面谈没上，非常不错。周青青在武器潮源即将突破的这关键的时刻，武器潮源，无数的关于五行大道法则的信息开始出现在周青青的脑海之中。这是先天五行五方大阵，这个阵法的威力怎么也要超过天地地峻的混元河洛大阵，果然是好东西。阵法不错，先天五方旗若是恶仙飞气的大阵，如今虽然不能合体，却是出了先天五方大阵，它单独是一个大阵，复合起了这个大阵。二师尊不是一直念叨着没阵法吗？这个好像能够拿出来给二师尊当护山大阵。说什么说了，通天你的阵法不都很厉害吗？你都没有青青有心。阵法，二哥，我必然会找一个比先天五行五方大阵更厉害的。不用了，我看着先天五行五方大阵就挺好的，就他了。上清通天沉默不语，像是犯错了的孩子。不错，玉清元始露出微笑。武宁大盾对于青青来说的确是上好的盾法，若是以后遇到危险，天上地下哪儿都去得。我有这五行大盾，岂不是要把玉虚12仙中的巨留孙秒成渣？师弟只会土遁地形，和我这大盾没法比。玉虚12仙，青青这是在暗示谁呢？到底是在暗示谁？一旁的上清通天缓缓地呼出一口气，暴风雨过去了。太清老子脸上古井无波，没什么话可以说。青青武器潮源完全没有提到他这个大师尊，就算他没有在这过程之中没有发力，可是难道就真的连名字不配出场吗？我现在武器潮源已经彻底的达到了金仙圆满，只是为什么没有突破到太乙金仙境界呢？这题我会。太清老子心神一动，便是准备开口指点一番。尽管青青没有提到他这个大师尊，可是他也是可以原谅这件事情的。对了，应该是和我没有好好祭炼宝莲灯有关。宝莲灯本身便是莲心，其他但不灵宝作用。周青青心中美极了。太清老子收回目光，他表现的机会没有了。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太清老子将这独自子却不能提的小悲伤压抑到心底。青青，你突破金仙境界，修为提升，这功德之水也得多加一点才是。还没等周青青开口感谢大师尊，昆仑山外忽然便生出了传音：三位师兄，女娲和兄长伏羲前来探问扰。我刚刚突破太乙金仙，女娲娘娘便来昆仑山了，这是好兆头。也不知道娘娘来昆仑有什么事情。二师尊果然是在乎东昆仑颜面的，怪不得这东昆仑最后会留给二师尊做道场。他们一直就奇怪为什么自己会有额外的道场，合着这东昆仑真的是留给二里哥了？这地方不是他们三清一起化形而出的地方吗？去迎接女娲和伏羲的玉清元始差点就要一个列举，大家之前都是猜测，现在终于是被证实了。太清老子和上清通天非常的无语，促使二弟哥行动的分明是风度二字，在这扯什么主人翁意识，可笑至极。很快的，女娲和伏羲便也是来到了莲池边上。三位道友，这是舍妹亲自酿造的百花果酿，道友们没去凤岐山，伏羲便将他们都带来了。果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这一瓶是送给诸位师兄的，剩下的这一瓶是我们自己喝的。这瓶子都是空间法器，诸位师兄尽管喝。原来是空间法器，早说嘛，害我白担心了。三位师尊，随便喝。太清老子随手将酒瓶收下，然后不着痕迹地传送给了周青青。他们在这喝着，让刚刚突破的青青看着，那也太残酷了。还是你够意思，大师尊。太清老子银发飘扬，心中瞬间变得恬静和悠然。女娲、伏羲来的正是时候。于是大家便是一边喝酒，一边其乐融的对于一些大道法则的探讨，像是伏羲的八卦，伏羲的天机。此曲只应天上有，昆仑难得几回闻。女娲师妹，伏羲道友，你们来此应该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和我们商量的吧？三位师兄明鉴，这么多元会，我和兄长尚且没有突破大罗金仙进入准圣，师尊说我也有一场大功德。女娲正襟危坐，向着眼前的三位师兄询问。咦，这么一看，女娲娘娘和伏羲真还没有突破大罗金仙圆满之境呢。伏羲先不说，女娲娘娘原本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成为了斩一师的准圣了吧？直到成圣的时候都没能斩出第二师，那妖族的计谋过段时间都能够成为斩二师，成为准圣的强者。女娲娘娘这个情况，很明显就是斩三师秘法和她不契合嘛。希望师尊们能够看出这一点，别让女娲娘娘走斩三师之路，这样说不定娘娘都不会成为天道圣人，而是向人道发展呢。
青青口中的说不定，便是说明自家的徒弟也是没有见到过这个结果的。对于真正的人道，他可能也只是知道皮毛。想要彻底的了解其内情，太清老子更是明白其中的必要性。先前紫霄宫时，自家徒弟便是希望他出手来帮助女娲，这说明三清之中，他和女娲的交集还是比较多的。若是让女娲就这样的斩一师成就准圣，然后功德成圣，再次变为最弱的话，最差的选择。师妹，你不适合斩三师。玉清元始和上清通天垂首，目光放在酒杯之上，不敢随便舞动。大兄的演技又进化了。太清道友，这是怎么个说法？率先开口的是扶夷这个兄长，而不是女娲。他有想到太清老子会说出一定的指点意见，却是没想到对方上来直接就说出了这么爆的宫殿。八卦哥哥，关心则乱了吧？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女娲娘娘都没有因为这个而动容呢。伏羲道友着急的心情我也理解，弟弟们不懂事的时候，我也时常因为此而不能安心炼丹。你看师妹现在如此的从容，想来也应该是有些心血来潮才是，不然的话，令妹和乙又怎么会出现在我这东昆仑上呢？听着周青青对大兄的赞叹，玉清元始和上清通天齐齐叹息了一声。他们俩在这个场面之下说不了谁说话吧。太清老子既是他们三清的老大，又是玄门大师兄，还是太极图的拥有者，三重身份下来，他们便只能在一旁点头或是微笑的。师兄慧眼，实际上我确实觉得自己不适合斩三师秘法。伏羲脸色微变，这一点女娲在来之前没有和他说过。凤栖山上没有能够遮蔽天机的灵宝，我也不好和兄长非议师尊，而且同门之间的交流也不算是非议了。娘娘的推演能力不行，这一点上倒是做得挺滴水不漏的，也是有着着眼大局的眼光的嘛。师尊的斩三师秘法自然是很强的，也是具有着普适性的秘法。可是这三位师兄也应该知道，我修行的是造化大道法则，注重的是能生成造化。斩三师空档但有三斩，尽管师尊最后还能三师合一恢复圆满，重新以毁灭生造化，可是我毕竟不是师尊，而且师尊又说我功德成圣，若是斩师，当然最重要的是三位师兄没有选择斩三师，这才给了我启发。能够成圣的果然有大智慧，我以为三位师尊已经很强了，这女娲娘娘也很恐怖。对于女娲也是刮目相看，有了新的认识。先前他们尚且觉得女娲没有什么表现，女娲此来东昆仑拜访几位师兄，便是希望借助三位师兄之手，帮助我和大兄共同创造契合自己的秘法的。伏羲一直以为自己的妹妹需要自己庇佑着才能成长，却没有发现妹妹竟然已经逐渐的成长了，甚至还能为她着想。答应他，娘娘加油，娘娘芬芳。周青青在心中为女娲娘娘加油助威。对于女娲娘娘，她本身就有很深的滤镜，如今又是亲眼见识到了这位娘娘最为真实的一面。先不管未来娘娘如何成圣，可不能让她将自己的大道根本给破坏了。师妹无需多礼，帮你们兄妹创造秘法，对于我们三清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同样也能从中获得无上的感悟。大兄的话就是他们三清集体的意志，没有什么错漏之处。三位道兄，我伏羲没有什么紧要的，大家先来为我妹妹推演就是。造化大道法则太难，还是查优先更好，我的没什么关系。伏羲自己也是精于推演的，的确能够帮些小忙，确实不当紧。你的妹妹更多的做出突破，对于乙更加的好。那就有劳伏羲道友和我们一起推演吧。这下子期待住了，不知道三位师尊如何为娘娘推演秘法，不知道三位道兄当初是如何创造出契合自身的秘法的，现在我们又要如何开始？我们当初是得到上三天的时候有了感悟的。抬头望望天，秘法感悟。那我们现在上三天和我们三清相关，我们借此悟出了三清境。现在师妹要悟适合造化大道法则的秘法，自然是要观造化。说到造化，现在自然是要以我们的24品造化青莲为先。我们现在便关联推演秘法。观我悟道，大至尊太有名了。这女娲娘娘以后成圣的话，岂不是也要有我一份功德了？这可是大好事。三清听着周青青发表感言，心中好笑。他们关联悟道，自然便是要分润给青青一份功德。女娲自己不知道，女娲现在可以不知道，他们三清却不能当作没有。而且他们自己创造秘法也有青青的功劳。造化青莲并没有被我炼化，她是我们三清共同的弟子，唤作周青青。女娲和伏羲大惊失色，他们来到东昆仑，没有见到得道上三天的弟子，还觉得奇怪，没想到弟子竟然是近在咫尺的造化青莲。青青，和两位道友打个招呼吧。青青见过伏羲上神，女娲娘娘，我刚刚在莲池中休息，可没有故意听你们谈话。伏羲满目的不可思议，他先前还在猜测三清天被三清给了的徒弟到底是谁，合着是眼前的造化青莲，
而且他在之前才见到过，自认为对精修八卦的伏羲觉得失败。女娲眼眸发亮，先天至宝之中能够诞生出灵石，这是败率相当小的事件。没想到还被三清收为了徒弟。没关系，青青，三位师兄在此说话，没有避着你。我们是客，怎么会多言？而感谢你还来不及，如何会怪你？女娲娘娘也太会说话了，冲你这个态度，三位师尊都得尽心帮你。我们也没想故意瞒着大家，只是青青个性文静任生，不敢随意说话，而且没有化形，不想做出什么惹眼的动作。文静、任生、玉清元始和上清通天瞪大眼睛看着自家的大兄，说出这话的大兄良心不会痛吗？对对对，大师尊说的对，我真的只想苟在三位师尊后面，做那最不起眼的莲花。太清老子蓦然停止了自己的话语，神色不见任何异样。现在便开始推演吧，尽快推演出秘法，对大家都是一件好事。伏羲也是深以为然，反倒是女娲稍稍带有一丝遗憾，她倒是还想多和造化青莲多说会话，可是大家都是为她推演秘法的，没想到我自己还能为女娲娘娘突破做点贡献。既然如此，我可得把造化青莲最为完美的姿态展现出来，让他们好好的领悟。爱莲怎么背来着？我得做出最为完美的姿态才行。周青青回想着莲花真正的姿态，将心神彻底的沉静下来。随着他进入状态，整个莲池之中，24品的造化青莲莲花一直会自然而然的徐徐绽放。先天造化之功，三清其实也很吃惊。青青现在的姿态也是他们第一次见，此时的造化青莲比起他们第一次在不周山见到的时候都要多一丝神圣姿态。时光流逝，周青青也是从悟道的状态脱离了出来。此时的她精神状态非常的好，感受到了自己太乙金仙的境界彻底的稳固。也不知道师尊们推演出秘法了吗？也就是他心中疑问升起的时候，便是见到眼前推演的众人忽然之间眼眸睁开，脸上也是洋溢起了欢快的微笑。不用多问，周青青便知道吗？事情成了，恭喜师妹得偿所愿，完成秘法。恭喜小妹！耶！三位师尊，我就知道你们可以。这秘法创造的时间比上一次都更加的短了，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熟能生巧？造化大道乃是3000大道排领大师秘法，我们便想着造化处能够突破大罗金仙的秘法。秘法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就叫做造化。这名字草率了，我还以为会是什么鸿蒙造化诀、造化飞升经、玄天造化诀呢。造化莲经这个名字便起得恰到好处，可比青青瞎想的那些名字有指向性多了，能够帮着青青多汇聚一些气运。这气运，师妹，我看你灵气不稳，已经是有着突破之兆了。现在突破是安心的。收钱都讲究一个落袋为安，若是亲眼见到女娲用造化莲经突破，周青青短时间内也不用担心她有什么变故了。女娲向着3位师兄再次行礼，整个东昆仑的灵气便开始暴动了起来，向着女娲所在的方向盘旋而来，化为无数的造化之气一一。同一时刻，女娲的气息便终于开始变强了起来，开始超出大罗金仙圆满的层次。伏羲在一旁，散发着灵光的伏羲琴正在缓缓地沉淀能力。咦，这些盘旋着的造化之气，果然是缓缓地化为了莲花的模样。看来我是真的起了很大的作用吗？我24品的造化青莲能够让3位师尊推演出突破大罗金仙的秘法，那么要是将道祖红军手中现在有的造化玉残片拿来，想到女娲根本听不到，三清的心情蓦然的轻松了起来。这个大胆的想法，以后便由他们三清来说吧。你一个刚刚突破太乙金仙。就在他们思绪纷纷的时候，女娲造化之气形成的莲花已经是缓缓地向着女娲所在的地方坠落。那造化之莲似乎一下子连接了女娲的3花和武器，莲花徐徐地绽开。就在其绽放至极致的时候，女娲终于是完成了突破，一股不亚于战时准圣的气息在其身传来。这下子不管如何，娘娘的实力怎么也不会比原本轨迹低了。无论事情怎么样变化，她都应该能主动的改变一些事情了，不至于还不了手。要是能够把造化3境都走完，无论是造化大道还是人道，总是能让她有着底气的。强大的女娲娘娘才能有着底气。有着造化圣心没有错，可是那是得建立在强大实力的基础上的，弱小的怜悯就不值一提。周青青相信有一个不错的开始。女娲的法力波动在东昆仑山上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就连那开明兽都受到惊吓，去找西昆仑路500块钱。周青青只能在心中给大虎比个中指。女娲娘娘的短期目标已经完成了，现在伏羲了。其实伏羲问题非常的简单，我对八卦那也是有点了解的。这八卦除了先天，那还有中天和后天八卦，我可是某半某铺某印的用的是用户。又到我表演的时候了，女娲师妹已经成功，伏羲道友，接下来可就轮到你了。伏羲微微一愣，旋即心中升起无限钦佩之意。太清老子多么的平静，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所创秘法成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大师尊大能风范境界。扶夷道友，你的情况其实比女娲道友简单，我自己一个便能够为你解决。大师尊真不给面子，女娲娘娘的秘法得需要大家联手，加上现在大师尊都说自己一个就能解决，一个字，强。这样吧，我给你演示一下，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万物，八卦到了演化万物的阶段，自然便是要分先天、中天和后天，如此才能化生暗物。你的不愧是八卦的爷爷太极会说出来的话，就是一针见血。看看伏羲都有点抓狂了。看着伏羲大受打击的模样，玉清元始和上清通天齐齐唏嘘。这他们就要说句公道话了，这还真不能怪伏羲。可怜的伏羲，爱什么不好，爱什么八卦，这下子大师尊拿捏了吧？八卦大道不过基础大道，就算是用它突破大罗金气。大师尊看的就是长远。伏羲现在这八卦还真不够看的，主动投身到巫料孽之中，结果被你搞好，就直接的被算计死了。就算后来转生了，成为了圣皇，也是一个一点自由都没有的圣皇。他那点八卦后来基本上都没起作用。大师尊现在没看到的伏羲的群体。伏羲心中微微一动，他原本其实没有想过这一点。然而太清老子如今以太极演化出八卦来，向他阐明了自身的不足之处。敢问太清道友，伏羲该向哪个方向发展呢？你心中自有答案，何须问我？当然是天机大道。八卦演天机，八卦本身也是天机大道法则的分支。太清老子觉得伏羲自己应该懂他意思，怎么还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出来？一亏他还是拿着八卦推演天机的，大师尊拿出太极图来推演，这不就是暗示你未来应该走的道路了吗？我知道你擅长八卦，可是太极注定将被我掌握，你的成就也不会超过我。哇，大师尊犯法起！若是你以此将八卦完整，然后去向先天五太之太一。大师尊果然已经将目光放到了五太五德之上。伏羲现在便研究太极，总比他死了再去研究强。伏羲周身八卦转动，在听到太清老子提及太一的时候，他便也是生出和小妹一样的感觉。怪不得太清老子说他可以独自指点自己。然而，现在他准备开始想了。多谢太清道友点拨，今日之恩，伏羲必不会忘。多谢大师兄点拨兄长。伏羲决定重修大道法则，换个更加厉害的赛道，自然而然也就不需要现在去推演突破之法了。女娲临走的时候，很是舍不得地看向莲池之中的周青青，说是下次带着造化圣水来。周青青自然非常的乐意。等到伏羲和女娲兄妹都走之后，东昆仑自然是重新的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若是接下来自己的三花聚顶什么的要和这莲子相关的话，那事情可就真的大条了。都说不祥的预感往往才是真的。这一变化带来的好处，便是他可以以后被叫做周白白了。只要他想，他可以从青莲完美的转化为白莲，这就是莲子给他带来的底气。相应的，这些莲花能够影响他三花的凝聚是确定事件。若是靠他自己，这个过程将无限期的拉长。好在外面的莲子也就那么多。我来想想，12品业火红莲是冥河老祖的灵宝，看起来最简单的似乎都是冥河老祖了。可是人家怎么可能随便的就将半生灵宝给你了？阿威，难道我会重新的踏上成为混沌青莲之路？这个难道岂不是要比师尊们正道成圣还要困难？玉清元始尽力地板着脸，他从闭关出来之后，便是听到了自家徒弟不懂，默默吐槽。12品灭世黑莲的踪迹得顺着开明兽那个深渊去追，青青口中的黑莲显化，得到更后面的亮节了。这样脱单的新手，接引师弟的12品宫的金莲，剩下的便是祖屋后土轮回出现的轮回紫莲了。冥河老祖的地盘幽冥血海和不周山也不算远，若是如此的话，他自己也是可以顺道拜访一下的。玉清元始心念转动，这段时间之中，大雄和三弟都是有所建树，正是他展现自己能力的时候了。青青，二师尊打算去不周山拜访一下巫祖，顺便去幽冥血海拜访一下冥河老祖。你这太乙金仙的修行得靠着莲台。二师尊竟然要去见后土祖屋，觉悟我，这可是开眼的好机会。二师尊这是为了帮我寻求业火红莲，这才说要去巫族的吧？顺便什么的，还真是嘴硬，他都哭。这威严的脸下面，藏着的是为弟子着想的心。玉清元始嘴角微抽，他说的可完全是自己心中所想，怎么就都被误解成嘴硬了？关键是这个想法还真没法反驳。快点了，你要再不上来，我就自己去了。眼看二师尊威严凸显，周青青立刻识相的跳到了二师尊的道袍之上。这就是幽冥血海了。说起来，幽冥血海还是盘古肚脐眼所化呢。冥河老祖不说，血海算不算二师尊的亲戚？玉清元始脸色微黑，盘古开辟洪荒，身化万物，要是真按照青青这个算法，大家都是亲戚了，那可就糟糕了。幽冥血海已经到了，玉清元始也不废话，
立刻是将自己的玉清之气显化出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冥河道友，玉清原始来访血海深处。冥河老祖面露诧异，天定圣人之一的玉清原始竟然来拜访自己，这可是一件稀罕事。玉清原始微微蹙眉，幽冥血海这气息比不得东昆仑，作为天下智慧之地，原本的他应该是不会来的。二师尊来这智慧之地，表情都没变化一下呢，太了不起了。师尊可是为了我来幽冥血海的，我得为他做点什么。对了，刚好试试新能力。周青青心念转动，附着在玉清人脸上的青色莲纹忽然之间变化成为了白色。怎么样，二师尊？净是白莲有点用吧？不错。二师尊你就偷着乐吧，有我护体，你完全不用束手束脚，能够在这幽冥血海之中尽情遨游。好在他来得很快，血海的海面之上，一道血色的身影缓缓地出现。玉清道友，这边请。这就是血神子了吧？周青青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出现的冥河，玉清源余光看向这血光分身。冥河道友，你这血神分身的花样还真是多，明明只有你一个，看起来倒是热闹得很。二师尊果然也已经发现了冥河分身的玄妙了。现在大哥和三弟都不在，果然是已经到了他表演的时候了。这幽冥血海环境恶劣，根本没有低级的修士能够在此活动。果然瞒不过玉清道友，小小伎俩倒是献丑了。我以为三清之中会来和我论道的，只可能是那执掌了诛仙四剑的上清道友，没想到却是玉清道友。哇，这个杀气！看来拥有这2件先天极品杀伐灵宝的冥河，更加想要和三师尊较量了。你是入境现是先天杀伐之宝。道友杀气充盈，看来是要以剑论道了。我虽然不是三弟，却也不是不能陪你耍耍。上来就这么精彩，那就多谢玉清道友了。抓住机会，他的袖袍之中立刻便是飞出了2把缭绕着血光的长剑，刹那之间便是带着无法言喻的杀气，向着玉清原始冲过来了。看见他们，便是好像看见了血海在宫殿之中汹涌，不是外面的那种污秽的血海，而是那种纯粹的血光凝练。周青青自然也是没想着为自己的师尊去挡什么飞剑，现在不过是在论道。先天杀道的确不错，不过现在的天道可是见不得杀戮大道的。让你看看我所领悟的天道法理：顺天应时，万法归于自然。周青青只感觉现在的二师尊的气息变得浩瀚，比起昔日在33重天和鲲鹏交手之时更加的飘渺。原图和阿鼻的杀气每高1分，周青青便感觉到自己师尊的气息也随之高1分，完美的抵消着冥河的先天杀道。二师尊这还真是厉害，这是完美的洞察了极品先天灵宝本身的威力和天杀的威力。他此来幽冥血海可不是为了分胜负的，可不是来找茬的。3兄弟之中，唯有他才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哦。和老祖越是交手，脸上的震星色便越是浓厚，眼前的玉清原始展现出来的法理完全的和自己相当，实在是不可思议。冥河的确是论道的，打到结束，这12品业火红莲也都没有被他用出来。业火红莲应该算是冥河的底牌了，轻易之间根本不会动用。玉清原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认同了自家徒弟的判断。于是，周青青便是看了二师尊和冥河老祖3000年的论道。自从化形在血海之后，玉清道友，你还是第一个能够和我论道3000年的存在，我服了。冥河现在果然还是专注在先天杀道之上，要不是现在先天杀道退环境了，还真有可能让他成功。说起来，冥河不也是趁其老祖空龙于大战之中，暗中将99散魄葫芦拿到手的那样？玉清原始神色微讶，紫霄宫中既注意到红云变化，又敢出手的先天神魔其实并不多，能够在离这个大难之中暗将鸿蒙紫气也抢走。玉清道友此来，我幽冥血海应该不仅仅这么简单的吧？不愧是我想效仿的勾道老祖中的翘楚，果然不简单。冥河的狗现在还不明显，当他发现自己也成不了圣后，他是立即就燃折。原来就是眼前的这小子让青青生出苟着的念头的。玉清原始心中生出些许的明悟，此次来幽冥血海的意义又多了一条。道友说的不错，我来幽冥血海也是为业火红莲而来，不知道道友如何才能将这件极品先天灵宝割爱给我。业火红莲，冥河伸出右手，手掌之上立刻便有道道流火之光如莲花绽放。这就是业火红莲，若是有此宝在手的话，三师尊当初想要帮助青龙突破混元金仙，根本都不需要出剑了。你都有了12品净世白莲了，竟然还想要我的业火红莲？正是因为有了12品净世白莲，这才会想要寻求12品业火红莲。好有道理，一下子就明白了呢。
没想到玉清道友如此贪心。明和手中极品先天灵宝有3件，分宝岩抢宝的时候还抢到了一些，直接挑明红云的鸿蒙紫气。老祖也是看得明白，现在有二师尊在，就连出手都不自己出手了。明和道友，鸿蒙紫气是不可能的，红云的鸿蒙紫气更是不可能。以我之能，当然可以给你带来鸿蒙紫气。我们三清成圣必然是在红云道友之前。二师尊霸气。可是就算是我将鸿蒙紫气放在道友眼前，道友想要借其成圣却也是不可能。明道不会允许你成圣的，明和道友。原来二师尊是要动天道来感化明和吗？这还真是没想到。二师尊现在难道已经明悟了顺天法理？二师尊的顺天，三师尊的劫天，两位师尊的道统，难道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分歧的吗？现在尚且还不明显，等到两位师尊正道成圣，我得在这段时间好好告诉他们什么叫做求同存异了。首先不能让二师尊和三师尊吵起来。听到自家徒弟现在都不甘心业火红莲，转而去思考他们兄弟之间的纷争了，甚至还在担心他们吵架，玉清源是哭笑不得。玉清道友，你这是什么意思？玉清源使此时语去陪道，一股天生上位者的威严显露。明和略有反驳之意，可是感受到其气息，便是本能的克制了下来。道魔相争，道祖成就天道圣人，魔祖修行的这属于霸道。版本削弱了，老弟，这是天道版沙禅不流行了。玉清道友此言大谬，我从幽冥血海化形而出，没有任何生灵能活，这不就说明我注定是走上先天杀道吗？幽冥血海可是有其他生灵的，鸿蒙凶兽血池黑纹可也在幽冥血海之中的，你只是没发现，可又不代表没有。道本无形，衍生万物，物所倾向，倾不可能。幽冥血海绝对不会出现其他的生灵，若是有，我愿意将业火红莲双手奉上。哦，送了，明和他送了。二师尊这个顺天也有点用处的，竟然能够用天道法理知道幽冥血海另有玄机。行，若是幽冥血海没有其他生灵，我便答应你去帮你拿鸿蒙紫气。你这是要……二师尊这是要动用盘古幡？我操！高射炮打蚊子，没想到我竟然能在洪荒中见到这样的大场面，还是二师尊亲手打的。明和还想说话，然而下一刻，他便看到盘古幡之上忽然升起了一股灭的顺气，一道后幽冥血。现在的师尊真要愿意，都能够毁灭幽冥血海，让明和身死了。就在明和这样想的时候，二师尊的高射炮就是用来打蚊子的，没毛病。蚊子，至于吗？二师尊，至于吗？前方高能反应，该来的总会来的。明和，愣着干嘛？去将蚊子抓过来！我二师尊辛辛苦苦的将他逼得现身，你就这样干看着？虽然他觉得周青青说的非常的对，可是毕竟明和老祖听不到青青的心声，自然是不能付出正确的行动。玉清元始还是亲自动手的。独作业火红莲的家伙，眼见玉清元始出现，这就是吞噬了接引道人3品功德金莲，让其变成9品功德金莲的先天大神通嘛？果然是有点气象，不愧是带着鸿蒙紫焰的凶手。他也没有和眼前的血池黑纹做过多交流的打算，只是伸出了玉虚掌，然后一个闪动，便是重新的出现在了血神宫之中。明和道友，你验收一下，这血池黑纹便是你幽冥血海之中货真价实的生灵，若是没有问题的话，12品业火红莲我便拿走了。验收这个词用的甚妙，二师尊心如刀割吧，很喜欢老祖刚才自信的一句话。玉清元始板着脸，神情严肃。还好明和老祖听不到青青的心声，不然就是这几句，估计他是真的要拔剑了。就是这剑指的方向。明和终于动了，他仔细端详着黑纹，感受着那相同血海本源。明和老祖眼睛微眯，这个事实不仅仅表明眼前的玉清元始对天道法理真的有很深的理解，也是说明了。叹息了一声，12品业火红莲重新的出现在了他的右手之上。玉清元始剑尊伸手，将已经解除了元神烙印的12品业火红莲收摄起来。从此之后，青青我便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业力了。青怒火莲将要现身在洪荒之中了，颤抖吧，诸神！看来我对天道法理远不如玉清道友。这血池黑纹的确是与我同源，我会收他为徒。玉清道友高抬贵手。文道人要被明和老祖收为徒弟吗？这倒是挺好的事情，我在心中为文道人感到高兴。玉清元始微微点头，将玉虚掌消散。除我之外无物不可杀的明和现在都愿意收徒了，看来确实有所改变。明和老祖手中原图和阿鼻剑飞出，在自己的缝褶上划出精血，无数的灵气在其身上狂暴的涌动，最终化为了一个缠着黑纱的女子。从此之后，你变为明文，为我明和弟子。变成女的了，我忘了，吸血厉害的都是雌蚊子。恭喜明和道友收得家徒，都是托玉清道友的福。
要不是道友和我说天道法理，我恐怕都不会知道这幽冥血海之中还有铭文的存在。玉清道友，你说我修行先天杀道不行，不适合天道，那我接下来该做什么？一个字，继续狗。先天杀道的确不行，杀两个都不行。继续狗，怎么听都是3个字吧？面色严肃，神情更是威严。我的建议便只有个字：等。想要成为天道圣人，你是完全没有机会的。你不妨静下心来，好好的和你的徒儿治理这幽冥血海。幽冥血海本身是我附身物，若是处理了其中的问题，你们自然是能够获得大功德。就算将来成为不了天道圣人，对于你们师徒必然有着无穷收益。哇，顺天的二师尊也好可怕，他根本就不知道这里会诞生出轮回，却也能按照天道法理讲出这样的大道理。这个等的建议更是和我的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怎么可能有异曲同工之妙？完全不一样，好吧？这是他好不容易想出的区别于狗的字，就是为了彰显不同意境的。等是时机一到，大展宏图。狗是什么？是咸鱼，是摆烂，没有争道之心。等怎么能是狗？这副神情，落在冥河老祖和血池黑纹的眼中，却是更加的凸显出无限的威严。多谢于清道友。冥河必然静心的在幽冥血海之中修行，等待天地变革的时机到来。他注意到冥河与铭文满头大汗，意识到自己的气息泄露，被灭速解了。如此最好。冥河老祖生前是个体面人，没想到竟然能够被二师尊的王八之气给镇压住。不过听我二师尊的话也没毛病。红云的鸿蒙子气下牵扯者非常多，原本鬼州你掺和进去可以捡个漏，现在这可真不一定了。妖族获得红云鸿蒙子气的心非常的强烈，绝对不会像是先前那样平静的。幽冥血海忽然浪潮翻涌，无数魂魄光影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没入血海，暗红天空被魂影遮蔽。看来巫妖之间的斗法结束了，他们每次大战一回，我这幽冥血海便不平静一回。的确如此，魂魄现在才到，看来巫族也是回到不周山了。如此我便告辞了。贫道打算去不周山拜访一下后土祖屋，便不在此地多待了。咱们就听元始的，好好获取一下功德。巫族果然是亮节主角，不周山下的部落都已经建了这么多了。巫族的画风果然都是战士风，这惊寒的气息，拿在手中的重兵器，狼牙棒、大锤，有一种暴力美学，还有那半露的古铜色皮肤。昆仑山玉清元始前来拜访后土道友，还请通传一声。后土祖屋已经交代过了，我们祖屋刚巧外出狩猎凶兽了，稍等一会儿便会回来，还请贵客稍等片刻。这就是后土部落之中的大巫大义了吧？不愧是后土娘娘的部族。部落平静祥和，忽然一股火之道韵从远处迅速逼近，光影渐暖，带着火星。哈哈哈，小妹，看看我猎到了什么？2个妖兽的蛋！我靠，这2蛋不是孔雀和金翅大鹏雕的蛋吗？怎么会落在祝融的手中呢？这蛋可不幸吃。凤凰一族的气运，元凤的怒火。不行，不能让祝融这2蛋给烤了，要不我给始宗传言就双我喜欢吃，让他出手抢了，这太不灵了。祝融手上瞬间多了一道炽热神火，火面呈赤红带金，张牙舞爪的扑向悬浮的2颗神蛋。祝融道友，这个蛋与我有些渊源，他们是我一道友的族众，不是什么妖兽蛋，而是凤凰蛋。二师尊原来发现了，吓死我了！要是眼睁睁的看着孔雀和金翅大鹏雕变为烤鸟，元凤姐姐那可就说不过去了。凤凰早已死绝，怎么会有什么凤凰蛋？你是妖族派来的吧？既然不让我吃这妖兽蛋，你不让我吃蛋，那我就只能让你吃瘪了。既然说二师尊是妖族派来的，祝融祖屋还真是有才，你还不如说二师尊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呢。打一场就打一场呗，这祝融竟然说他们3清是妖族派来的，祝融还真敢说。青青幸灾乐祸就算了，还说他是猴子请来的救兵，什么样的猴子能请得动他？祝融祖屋，玉清元始是后土祖屋的朋友，可不是什么妖族，你可千万别动怒。二师尊，教训一下祝融，这家伙可是撞断不周山的罪魁祸首，最后出手的虽然是共工，他关系也很大，赶紧趁机敲打敲打。祝融和玉清元始被巫族战士围住，祝融将手一指，神火熊熊腾起，玉清元始挺立如松，战场一分剑拔弩张。小心了，若是我的拳头落在你的身上的话，恐怕你会受不了的。巫族的九转玄功的确厉害，可是你打不中我的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还有，我是盘古元神所化3清的玉清元始，不是什么妖族，想要动手的话，尽管来吧，我会奉陪到底。好，只要你能战胜我，那2凤凰蛋便给你。
大家交个朋友。你要是输了，那蛋也能给你，不过你可得不到我祝融的尊重。瞬移至更上空，俯视祝融。十一，玉清神雷，玉清仙光，元始神咒，急急如律。3合1，二师尊竟然一下子动用3种神通，太帅了！玉清元始道袍一挥，祝融从虚空坠落，真灵震荡，难以凝结，足无法相。地面被砸出深坑，烟尘弥漫。天离火神变！祝融终于动用灵宝了。青青，你不是初步祭炼了业火红莲吗？现在配合我，用火来战胜火，让他见识一下洪荒的其他灵火。没问题，二师尊，青青保证完成任务。我准备好了，玉清版青怒火莲，给我上！火焰焰翼果然凶猛，艺术果然是爆炸。众巫族战士眼睁睁看着自家的火之祖巫被对方用火系灵宝虐得体无完肤，面面相觑，难以置信。老兄，你这火玩的也挺好。祝融现在这样，都让我想起小时候玩打火机烧刘海的画面了，这也太好笑了。玩火自焚，知道教导凶了。你承让了，祝融道友。就在这时，天象突变，一股宏大的神圣气息从天而降，震撼了整个部落。天空被染成金色，涅槃之意弥漫四方。祝融，你竟然敢抢走我的凤凰蛋！只能说，情况比预想的还要有趣。玉清道友，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便不和祝融多计较了。今日之情，他日自然会让他们自己报答。二师尊这一出手，直接就让祝融少了一桩区区烤鸟之仇。金翅大鹏雕先不说，孔宣受了这份恩情，往后应该也不会用这5色神光星天大神通打得玉须一脉脸上无光了。出手的好呀！多谢道兄出手，帮着我兄长化解了一次危机。祖屋不修元神，不识天数，没能发现那蛋的玄奥。元凤道友之事，实属巧合，我是有私心的，只是没有想到元凤就在附近，这才错有错着。嘿，玉清道兄这样就见外了，说你帮了我祝融一把，就是帮了。我要知道这鸟蛋是凤凰蛋的，也不会烤了。哈哈哈！三足金乌的太阳真火，你的业火，元凤的涅槃之火，这洪荒中还有这么多的厉害火焰。祝融祖屋，火之大道并非你所见到的一角。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三清上也有着能够焚山逐海的焚天紫火。洪荒很大，蕴含万千道运，绝不是道友眼中这么简单。巫族独尊盘古没有错，可是该有的敬畏之心还是得有的。哈哈哈！既然你们东昆仑有这样的神火，我祝融以后定会去拜访的。今天玩火玩的已经很开心了。我这兄长性格如此，玉清道兄，我们便换个地方一叙吧。这后土部落便是秉承了大地之母的意志而生，地之大道，土之大道。娘娘果然是祖屋之中最为平和的，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神煞之气的影响。娘娘话语之中也是透露出了自己，可惜最后还是只能肉身化轮回，连巫都做不成了。轮回重要，得借力没错，可是好歹也保留一下娘娘巫族的身份，道祖的算计着实太狠了。地之大道，土之大道，这些都是后土你不需要让紫霄宫听到便能够感悟的大道法则。你是不是还隐隐有着其他的感觉？我去紫霄宫只是为族中顾虑，除此之外倒是没有吧。我说的不是巫族，而是你自己。我最近元神感悟天道，却是觉得会有一件顺应天道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我来找你，便是想要与我推业所印证的。也就是说，二师尊是要帮助后土娘娘见轮回了。恭喜你，答对了。天道感悟之下，后土你将在洪荒中建立轮回。二师尊的顺天还真起了大用了，真的感悟到了轮回，甚至还在和后土娘娘探讨。后土微微蹙眉，在玉清元喜提出这个词的时候，他忽然之间觉得真灵正道，就好像这个大道法则对于他来说很重要一般。玉清爷自然不是莽撞的开口，我对轮回其实也只是知道一个名，不过我却知道那儿能让道友有所感悟。来后土部落之时，我曾经去了幽冥血海。敲重点，热情好客。冥河老祖那是真热情，上来就送了我们一朵12品的业火红莲。祝融祖屋火烧眉毛那火，就是靠着冥河老祖发力做到的。那就走。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玉清道友，后土道友，欢迎你们来幽冥血海。见到师尊如此高兴，铭文自然也是将幽冥血海欢迎大家表现在了脸上，更是直接的去血神宫的后殿之中拿出了上品的血灵果。冥河老祖果然上道，上回来都没有草莓，现在有了，态度改变着实快。我带后土道友来，是因为后土道友有些大道需要借助跪地感悟，特此来拜托老祖。放心吧，幽冥血海就是祖屋们的第2个家，别说后土道友，就是12祖屋都来。
我都欢迎。就是这样，冥河老祖果然是深得狗道精髓，眼色拉满了，尊敬。后土听着两位道友的对话，嘴角微翘，他也是听出了冥河老祖发自内心的诚意。铭文是我的弟子，也是血海之中的生灵，对于幽冥血海非常的熟悉。后土道友来，尽管找他就是。让女徒弟接待，自己不来碍眼。冥河老祖会来事哦。后土在铭文的带领之下，看着幽冥血海之上的一切，心中颇有触动。后土道友来此，对于轮回可有一些感悟？我的确是有些感悟，却还没有达到感悟轮回的程度。轮回大道法则怎么可能说一说就感悟？需要的是时间的积累。后土娘娘现在能够提前知道幽冥血海，已经是很好的改变。幽冥血海，后土道友之后可以常来，慢慢感悟此间造化。昔日万寿山武庄关镇元子说要邀请我们三清吃人参果。好耶，能去吃人参果了，隔壁的猪都馋哭了。二师尊这个时候提起万寿山老镇，果然是发现了后土娘娘当前的短板了。道友，哈哈，土之祖屋后土亲口说我这万寿山是神仙洞府，这我可得将其记下来，挂在我的武装关之上。可惜的是，这仅仅几个字，不如就写长生不老神仙府，与天同寿到人家吧。啊，原来武装关外的对联竟然是出自二师尊吗？怪不得以后镇元子听道一说就是去二师尊那里听的，还有这样的渊源。玉清原始道友果然道法卓绝，就是这两句了。多谢后土道友和玉清道友了，你们莅临让我这蓬荜生辉啊！比起红云那厮可是强太多了。红云道友竟然不在，这可真是难得。难得啥呀？人家回火云洞感悟鸿蒙紫气呢。红云和镇元子的确是基友，可是也不能老在基友家啊。两位道友，我现在就去给你们打人参果吃。现在可没有什么清风明月圆，吃人参灵果，品地界的响声。镇元子道友，我还带了徒弟来，他念叨人参果很久了，你便给他多打几个吧。后土和镇元子此时都是愣住了，他们已经和玉清原始待了一会了，可没有见他带什么徒弟。二师尊什么的，真机智。刚说你傻的，我是小垃圾。我徒弟没话行，跟着我增长见识的。青青，还不赶快和两位道友打招呼？我是三清徒弟周青青，是朵莲花，见过镇元大仙，后土祖屋。不周山那是。道友想的没错，青青在那时已经是我们三清首徒了。我这就给你多打一些。这么说，那烧了我祝融兄长的红莲业火也是青青放的？后土娘娘好敏锐。火是我动用青青的莲子放的，她哪有这样的能耐？二师尊说的对，被娘娘这样盯着很害羞的好不好？好在这样的画面很快就结束了，上人参果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莲花牌榨汁机再次启动，一定要慢慢的品出味道来。二师尊，赶紧谈谈正事，借镇元子的地书一览才是咱们此行的目的啊。镇元子道友，你执掌地书，对于梳理地气、土之大道都有理解，不如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大道感悟。我所修道法皆从地书之中所悟，是我修道根本。这都和我看电影差不多了。玉清原始则是坐在中间，对上边的双方都进行分析，每说一句话都能够让两位道友有所感悟。可惜，以我的道行，接下来到了准圣阶段，却也有点难以演化下去。玉清原始也是收回目光，他有心帮忙，可是镇元子此时修为已经到了极面，的确是无法以眼万了。与收回目光，镇元大仙怎么不放了？这最关键的地仙界不都还没出来吗？你可是靠这个成为地仙之祖的，可别说你现在还不会。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可是镇元子道友修的是元神大道，和我有所区别，想要联手恐怕有些困难。如此的话，我们便是要寻找其中一个共同点去做就行了。例如，联手去开辟一方世界。二师尊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你们好好听我二师尊的，就这样开辟世界就行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开辟世界倒不是不行。哼哼，镇元子道友都能练就袖里乾坤的先天大神通，就没想到眼前有着开辟世界的好东西吗？地书防御无双，蕴含无量地气。还得是你，玉清道友，我们现在就来。后土道友，我们现在便联手，在这地书之中合力开辟一方世界出来。刹那之间，两种并不完全相同的宝光向着地书之中打去。没想到我还能看到镇元子和后土祖屋一起创造地仙界，这还真是二师尊的功劳。周青青只见那地书之中出现一清一浊两道光芒，舷蛇打入到了镇元子的眉心，后者则是直接的融入到了后土的神躯之中。地仙之祖，我登上了地仙之祖的至高业位，我的九转玄功突破了，土之大道的领悟也加深了，这已经是获得了极大的好处。
这人参果本来是刚刚落下，在武庄关吃味道最好。不过三清道友和12祖屋都比较忙，这回就带一些人参果回去吧。后土道友，此番分开，你若是有问题，自可来我东昆仑找我。多谢玉清道友提点。此番闭关之后，我也多会去幽冥血海的，想来此去会有新的感悟。后土娘娘，其他的祖屋不说，希望你不留遗憾。二师尊，我们回东昆仑的时候，顺便收集一些五行神材回去吧。我得了先天五行五方大阵的阵图，回去刚好能够布置在东昆仑上。五色光化形成完美的循环，在东昆仑的道场之外连成一片。太清老子和上清通一脸的神情复杂。大师尊、三师宗，这是镇元大仙给你们带的人参果，我看看两位师尊会不会品不出味道，直接吞进去。总得有一个是小猪猪吧。太清老子慢条斯理地将人参果拿起，细嚼慢咽，完全沉浸在了人参果的香醇之中，似乎在感受世间的无限美好。大师尊果然还是大师尊，天生的慢性子，没有指望了。上清通天目光微闪，人参果豁然之间便分为了一片又一片，然后夹着这个灵果一片片的送入，非常细的炒菜的香。三师尊真会玩，吃个灵果还搞这种花活，切，无聊，修炼修炼。玉清元始彻底的布置好东昆仑上的先天五行五方大阵，这才得意的坐回了自己的大哥和三弟的旁边。二弟，赶快说说你去洪荒干了些什么吧。就是二哥。玉清元始郁闷，他刚要发表一下布阵感言，没想到大兄和三弟根本就不给他机会。眼见吹嘘没戏，二弟你的表现很不错，虽然有一些瑕疵，却也无关紧要。幽冥血海本身也不是亮节主角，他们那边的变化仅仅只是小事罢了。关键还是后土祖屋，这里的小改变现在还不明显，若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话，不需要心急。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尝试？巫妖都是亮节的主角，如今二弟在巫族那儿进行了一些尝试，接下来就是轮到妖族天庭了。也就是说，现在就看青青那儿有什么想要在妖族中改变的事情了。玉清元始最终被赶去闭关了，太清老子则是坐在一边进入到推演的状态。最后的事情自然便是交给上清通天了。最近妖族气运有波动，似有上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师尊说这段时间气运波动可能会上涨吗？要是上涨的话，应该便是天帝东皇太一定。天婚应该是和女娲的红河秀将打关。那我就带走青青了。大兄，你去凤栖山应该不需要青青吧？青青，我准备去星空天界采集星辰之精，你要跟着一起来吗？去，当然。三师尊是不是还需要太阴之精？我们都可以趁机去太阴星看看了。我天天仰望，想要看月亮之上的月桂树呢。三师尊刚好去星空天界，咱们便去遨游星河，好好的看看这混沌星辰。三师尊眉角低沉，狗吗？青青是这开明兽一个不够，还想要在星空天界找一条狗。幽冥血海之上，太清斗之声缓缓出现，深深地望了一下下方。后土部落他也隐蔽地去了一遍，那儿的气氛和其他祖屋部落的确有着明显的区别。至于巫族真正的祖地，他是没有去的。伏羲道友、女娲师妹，太清老子前来拜访。哈哈哈，太清道友果然来了，我正好在太乙之上有所心得，刚好能够交流一番，那还真是好巧。我准备去凤栖山一趟，想要拉拢2位太阴星主进入我们妖族，需要借助外力。女娲为玄门大师姐废来的圣人，其红袖需要拯救3婚了。大兄英明，天地睿智，天帝陛下算不双。行了，你们就等我好消息吧，我去就回。师兄此来没有带着青青吗？青青和他三师尊去星空天界采集星辰之精炼剑去了，下次一定带着他。女娲道友，帝俊特来拜访，还请道友与我一见。女娲心中颇多疑惑，自己兄妹与妖族天帝并没有多少交集，没想到竟然会有天帝主动上门的情况出现。小妹，帝俊的话就别放他进来了，你传音给他，我们正在闭关论道，正在关键的时候，不方便见他。道友，你说对吧？要是师妹和伏羲道友觉得天婚宫的收益比妖族纠缠更加好的话，自然也是可以答应帝俊的。太清道友说笑了，小妹正道成圣之前的确不宜和巫妖2族有所纠缠，你来阻止我们，是又帮了我们一个忙，区天婚宫的而已，不是什么大事儿。帝俊道友，女娲闭关正值关键时刻，却是不好与你相见，道友还是请回吧。请回吧。
这3个字冰冷的就像北冥的寒冰，一下子将帝俊热情的火焰给浇灭了。自信的笑容一下子扭转了。女娲道友，此事事关道友天婚功德，对于道弟兄，你应该也有一些用。不好意思，眼下闭关正值关键时刻，就算是天婚功德，却也是不行。帝俊道友，还是请回吧。道友闭关，那么我和伏羲道友商量也行。帝俊道友，我和小妹都在闭关的关键时刻，的确不适合出去，道友还是请回吧。既然2位道友闭关，那么我便在凤栖山外等着道友闭关出来了。既然天帝想在外面等着，那就等着吧，咱们只管论道就是。我敢说，咱们的天帝陛下连1000年的时间都等不了。周青青可不知道，现在的帝俊正在凤栖山吃着闭门羹。要是知道的话，他一定会说大师尊干得漂亮。让巫妖亮节的上清通天忽然之间便是发现星空之中忽然之间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黑影。青青，快看，狗是狗！嘴巴和太阴相当，这个前进的方向好像也是太阴星。难道这狗是笑月神犬，不是这个哮天犬的生气星？如此一来，我们若是在2位太阴星主面前出手，岂不是有进入太阴星的机会了？凤栖山外，已经等了500年的帝俊抬头望天，缓缓的叹息。在那皎洁的月光的旁边，他已经看到了巨大的黑影。太阴星原本在月桂树修炼了，然后他们就看见了那散发着相当于混元金仙气息的巨大凶兽。本能的，他们都感觉到了眼前的这凶兽对他们所产生的巨大的威胁。这些凶兽果然都是受到了混沌魔神的影响，天然对盘古大大所化的存在有着无限的仇恨和怨念。不愧是太阴神女，就算是动用神通都优美的不像话，就像是在跳舞一般夺人心魄。这还真是打架不如跳舞了。只是绝美归绝美，那日经轮和月经轮落到这笑月神犬的身上，造成了很大的动静，无数的烟气从其身上冒出。可是定睛一看，却是没有造成多少伤势的。有烟无伤也是定理了，不怪你们。西河与长溪现在的境界还是大罗金圆满，尚且没有突破正，奈何不了眼前的笑月神犬也很正常。这哮天犬的老祖宗果然还是有点实力的，以后说天狗不能食月的，我得出来帮着证明一下。姐姐，这下子如何可好？我们再尝试一轮攻击，若是还不能将这笑月神犬给打退，妹妹你就择机逃跑，剩下的就交给姐姐我就是了。姐妹齐心，其利断金，好样的！洪荒的姐妹情果然要追溯到你们太阴女神。三师尊，等会儿瞅准时机出手，别等着2位太阴女神吐血，咱们需要注意进场时机。我自然省得。那就让我们放手一搏。好的，姐姐。下一刻，代表月亮消灭你。姐妹之间的心意合体技果然不一般，这回应该能够伤到笑月神犬了。小龙的月桂花的神通重重的打在了笑月神犬的身体之上，划开了他的刀皮吗？这难道就是天地无极万里追踪中的天地无极？上清通天倏然起身，在星海之中行走，在这诸多的星辰环绕的空间之中，他缓缓地抽出了诛仙4剑之。不愧是三师尊的现仙剑，这一剑帅得没边了，都能够让诸多的女仙沦陷了。这是现仙剑。上清道友，多谢他上苍道友，帮助我们姐妹脱困。不用谢我，要谢就谢我徒弟，我是来帮他来采集星辰之精，这才发现你们姐妹的。还以为三师尊英雄救美，展现剑仙风采呢，没想到三师尊竟然将功劳都推给了他。算了，不管了。然后，他就看到了2位太阴神女眼中月华闪动，似乎是发现了什么美好的事物一般。你们现在是不是这样想？没办法，本莲花现在没有化形，只能以这个形式和你们对话。